有学过。那这一些呢，也都是跟那个因缘际会一样，都是无常变化，所以不要用。既然是无常变化，都是生灭。那既然是生灭啊，我们不要追求，追求生灭啊，很疲倦呐。它变化无常。那第三个呢，那个事，心意识，事呢，就是显现让我们知道。显现呐，显现形象，让我们知道现之意。那要显现让我们知道，也要很多的因缘际会才会显现让我们知道。所以一样是变化无常。所以佛就明确的讲，修道啊，不要用心意识，要把心意识啊都拼除。然后啊不用。那不用心意识啊，这一些妄，这一些生灭啊，它都离开我们的思所范围。那么离开思所范围啊，就叫妄都能够尽，都已经放下了，没有尽了。妄一尽啊，真就显。真一显现啊，我们就是用那个，就是那个真啊，成佛的。所以那个即心呐，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因为没有变化，没有形象，充塞整个宇宙虚空，而且又当下圆满现成，所以佛就教我们说，心意识不要用真心，真心我们用了真心呐，成就了，就可以成道，就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去研究心里有没有跟物在一起，心里有没有生出物，那个啊，已经都是生灭之中的微细变化。那我们再怎么样追求，它都是生灭；再怎么样追求，都是无常变化。那到头来，不管修得几生几世啊，都不会成道。佛很切的告诉我们说，一定不要用。所以我们心意识很强的，一定要降伏我们心意识。下课。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或者占到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也感谢各位天贤给或者机会讲。我们讲到第几页了？到色杂妄想这边对不对？34页的左边，33页的反面。已经经过了好，这个35页的左边，34页的反面，对不对？这个讲到把我移根归无上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修道不能有怀疑，这个一怀疑整个力道都消失。所以一定的要把那个疑全部都去掉。所以有疑要必问。不管是大的、小的、小疑、大疑都要问。消失怀疑消失才可以归无上道。那无上道就是佛的果位就是已经成道，已经成佛了。所以或者都鼓励各位一定要有疑必问，才会有那个留下半个小时给各位提问。可是好像都热泪了半个小时就变太多了后来就剩下10分钟。
那今天呢，准备是半个小时还是10分钟？还没到。因为前面这个阿难呢他讲说徒获此心就是没有经过努力，然后这个就得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阿难说不敢不敢认为是本源心地就是我们本来的真心佛性。那希望呢，我能够哀悯先世这个原因那或者有讲过说这个原因圆满的因身很难说因为我们语言一出口了以后都有缺点都不能够圆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阿难很有智慧要我能讲原因圆满的这个声音让我们都整个怀疑消失，然后整个佛性都呈现。所以或许就想到说开始或者鼓励我们一定呢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都还记得吗？非常重要。假如说我们用生灭心要想得到不生不灭佛的果位那个因果不一致是绝对成的。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姐姐，我们所运用的都是生灭心我们的是心认识的心，那个都是生灭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都是呢6根对着6尘产生6识都不真实。那我们在凡尘做事我们都把这个不真实的那个心当成我们修道的主轴只要都是依靠着它所以很多我们都会这个你得安尼做才会使啦，无袂使。各位先生，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霸道。阿爸有阿爸无？咱做阿爸好无？唔好所以这个一讲起来，这个就叫法执啦。那我们修道呢，最主要就是要去掉我执跟法执，去掉我跟去掉法。没有我了，没有法了，我们就整个恢复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挥的功能作用那个大用无限，非常广大。所以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要培养培养我们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不要呢在生活中都时常跟人家起摩擦就是人家的一些意见自己都不采纳坚持自己的见解，这样呢霸不霸道？很霸道我们喜不喜欢人家这样？我们不喜欢人家这样，我们也不要这样，对不对？所以都是要互相尊重既然有意见的，大家都可以协调到很圆满的境地那个事情完成了，人也高兴了。那假如说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这样才可以那个法执太重了那纵然是事情完成了那个彼此的摩擦也已经都形成。那形成了以后再见面怎么样？见面的时候你向左看，我向右看个人看个人的目标没有交集这样好不好？这个路就越走越窄，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就是要培养，我们要有那个含量，纵然知道别人不对了，我们也要先能够忍耐下来，然后呢再慢慢讲解，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应该可以朝合理的方向进行，这样呢相信我们修道者都会接受了，我们都会接受真理。那么以真理的角度来解开万因，万象万事都虚幻不实，都是假象，虚相幻象。唯有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才是实相。那我们呢就是要在实相中讨生佛，全部不生不灭，这样呢修不要说等到以后，当下都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不在私底下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做法，然后都不跟别人互相沟通，了解意思吗？不然我们那个呼口号是没有用的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要落实在生活之中，生活之中全部都是用不生不灭的心在应对完整的万事万物，这样就成就了，自己的内心也相信这样做就可以成佛，就可以成道。那假如说是一意孤行能不能够成道？不能够成没法度行啦。怎么讲呢？你想成道成佛，后面很多人都把你拉住了，对不对？会不会？袂使好行，袂使好行，因行我唔去甲拜，会不会？一个你不佩服的人，他成佛坐在供桌上，你要去甲拜不？要不要？不要讲啦，做求你我才拜，一定是这样的啦，我们都是要佩服，他的在世所作所为，值得效法，值得我们呢，去向他呢这个学习，那往后种在工作上，要拜的话，比较好的那水果比较高级的啦，会不会？若无欢喜咸水水果嘛，咸香嘛免点，是不是这样？现不现实？很现实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一定要启发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来应凡尘的万事万物，知道凡尘万事万物不是眼即则生眼散就灭，变化无常，无常变化。我们都还住在旧的形象新的都已经呈现了，会不会这样？都会这样咱那个住伫旧的形象新的已经拢呈现出来所以要了解到，我们要呢跟得上时代，跟得上变化，整个变化呢，我们都走在前端，然后思想就是没有这个负面的有负面的思想会形成我们负面的行为，造了业受了苦，自找罪受。所以这个我们刚开头就讲说把握一根很重要，不能有怀疑，所以鼓励大家发问，唔免惊歹势啦。你伫咧想我若问这唔知用笑袂袂啦，唔免惊人笑，惊家己袂成我袂成道安尼尔，对无？对无？我大概讲通我拢唔爱搞阿姨。然后呢，这个底下释迦牟尼佛就讲，佛告阿难，
这个佛经里面啊，有安两个字佛法，表示说底下的那个很重要，不要忽略啊，就看过去。说汝等尚以眼心听法，此法一言，非得法性。所以啊，这边呢，我们就是要透彻了解，为什么呢？佛会这样讲，就是我们用眼心，不是说要万眼放下吗？有没有？有。有没有努力在万眼放下？有。所以要了解到完成的那个眼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像之前我们讲，我们那个舌头是不变之体，然后吃到花生吃到梅子甘蔗那个是佛性的随眼之用，有没有？有。这个眼心听那个就像我们吃花生、吃梅子、吃甘蔗是随眼之用。那我们用随眼之用的心来听最上乘的佛法，那这样它是不是很快这个上乘佛法就消失掉了？这样就容易了解它里面的意思啦。那个时候谁讲？那个眼佛性的功能作用就是呢法相。法相我们有讲五味百法，对不对？各位记得几法？百法里面记得几个？一个有没有个没100个一个也记不起来那五味呢？哪五味？但就想讲系我迄张无查来，迄张讲义写真清楚，我无查来，那有我就会晓回答。这样不行要在脑里面色法、心法、心所法，然后呢不相应法跟无为法，这样就五味了啦。那色法有11个，心法有8个，心所法最多了51个，不相应的20个，无为法有6个。这样又更容易了解到它底下的内容了。那11个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然后呢色声香味触法，就11个了。那8个就是我们8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个8识。所以昨天在这个台北有一个前贤问我，说我们去地狱是哪个气？各位前贤，我们到地狱里面去是哪一个气？是佛性呢？是秉性呢？是习性呢？哪一个气？佛性气春风无佛性是无所不在啦。它不管什么地方都有，可是要修正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因为佛性没有形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染污啦。要它沾了很多尘垢都沾了不住。像虚空我们用那个油漆来彩色有法度甲彩色无？擦不掉对不？佛性就是这样它呢不会被我们染污染，不会把它污染。可是修正即不无为什么？我们落入六道轮回太久，只要落入现象就有气秉之心，然后只要落入现象，我们就有习惯性。那我们要修呢，就是习惯性跟气秉之性。那气秉之性是有形象以后就形成。那习惯性是生活上的习惯形成，所以才要改毛病气脾气。活性里面没有毛病脾气所以那个不用你去修，它本就那样。所以要修的呢，最重要还是习惯性。各位有没有习惯性有。
还蛮强烈的，对不对？所以要从我们习惯性入手，先把那个不良习惯去除掉。我们佛性里面有没有贪嗔痴啊？没有。习性里面有没有？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了，对不对？把贪嗔痴去掉，佛性没有。那没有贪嗔痴烦恼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的烦恼都从贪嗔痴来。所以很重要，改变了我们习惯性。习惯性一改变了以后我们生活也都改变，面相也改变。所以只要研究真理大家有没有发现？那面色拢加足好看，加足白啦较早拢2年多前我起来一看乌噜噜嘞。现在大家都猛用化妆品，擦得真白我已经修持得很不错，最起码都听懂了，有没有啊？假如说5年前我们心理心法听懂吗？那个浅显我们这边浅显跟我讲说，安尼开始讲就听无，要坐2钟伊个拢敢若有讲呢，有够艰苦有没有？各位都在受煎熬，有没有？拍摄影还是熬过来了，终于听懂了。你咧讲起来我怎样，对不对？殊不殊胜？都知道我们佛法很殊胜，可以让我们超生了死。可以脱离苦海，而且是从自己的心里面深处生发出来，不是希望的是自己生发出来，有没有啊？没有的话要赶快培养，然后我们呢开始说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只有第4大概，然后后来把那个怎么样万念放下呢？我们多年前就写那一章怀海禅师的那个悟顿悟法门，那个就是我们万念放下的内容，要怎么样做，那个写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在这边不适合讲那一章那个讲义所以在北部讲或者北部的先贤把它录下来，然后呢就用 CD 记下来，要呢就拿 CD 回去听，就可以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的万念放下，怎么样到达我们想追求那佛的程度里面有交代。喜不喜欢听啊？喜欢。喜欢的话呢，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记下来所以各位这个要学的习惯，下课的时候两边桌子上看有什么资料，有的就带去还有一本《维摩诘经》，有没有？有。那个维摩诘那个在家居士他讲的就是很殊胜的佛法在家居士的修持方法，还有跟释迦牟尼佛出家那个方式，一个在家，一个出家，然后2个要成就所有的众生。看看我们在家时候怎么修，出家的时候怎么修，里面呢有详细的记载。那因为或许有在那个旁边那个经文那个本文旁边不容易了解的呢，都有把它注解下来。所以呢，就希望给各位先拿回去看。先看了有一点印象，往后上的时候容易了解。他前贤在问说，是不是我们楞严经要讲完了？我说还没啦，还有1年啦。1年。我们大概还要1年的时间基本才会讲得完。就是要了解啦，不求快。我们讲的那个目标就是要了解，所以不了解就要问，这样懂不懂意思啊？
像刚才呢，这个浅浅就问啊，说那个结案无色啊里面的内容，我说我们可以试验啊，各位浅浅可以试验，你把它塑到你看到啊那个最难看的那个形象，就是欧巴给，知道吗？龟啊。鬼啊，有没有看过鬼啊？没有。他把它塑造那个最难看的那个鬼，然后你就一直想用幻想啊，一直想那个鬼的面容他的那个形态，他的身体他的走路，因为他没有影子啦。你若看到人无影就去看到鬼啊啦。人都有影子啊，只要有光它就有影子。若有光无影迄就是鬼啊。然后你想象鬼啊的形象想得久坚固，然后结案为色，鬼啊就真是出现给你看，真的不然会输液。这个是实际的，所以佛会讲出来说我们本来清明眼看到就是清明空，什么都没有，那才叫真理呀。可是我们都瞪目花劳，然后呢结案为色，把案境就变成四大假合，所有宏图，所以山河大地就呈现了。好不好？没有？我们想象不来那样呢？本来没有山河大地那为什么有？从我们的念头来，凡尘的万象都是这样来，从我们的念生发来，所以山河大地万象就是我们佛性。你有了解不？所以我们所有妄想都去掉。所有山河大地万象都回归到佛性本体，这样就成道了，就成佛了。还了解不？一定在想讲，空梦啊？不是这个是真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形象怎么来的？虚幻不实在。我们看到形象，只要落入形象，它都会变化，后来呢都会不见，所以才有山海，沧海桑田，有没有听过？变化无常啦，所以我们不要住相，相都是假的，变化无常，或者都喜欢用水泥来比喻，水泥的寿命100年。100年以后它就风化，就没有性了，没有性它就黏不掉，它就会落乱，所以这个住的就危险，所以要打掉，要重盖，对不对？那我们的寿命呢，大概在100年左右了，所以跟水泥的寿命差不多，所以认为它很坚固，然后很久。不知道呢，在我们佛性来讲，佛性是千千万万年，那100年在千千万万年来说，它只是一个刹那，刹那而已啦，刹那就消失了。所以还没有盖房子之前是空，盖房子以后是有，房子又这个风化以后又归于空，万象万事都是这样。从空而来，然后又归于空，要不要住相？我们不住相呢，我们就回归到本体了。那我们住相了，我们烦恼多了。然后我们再生，追求的方向目标又不明确，都是追求物质享受，追求物质生活，不管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才流浪生死，
才一直六道轮回。那我们老师就把这个真理写在一首歌里面，叫谢谢你，没有？我们都会唱嘛，会不会？然后也知道的意思老师说我们经过很多缘会，经过很多六道轮回，我们可以算一算一个缘会129600年，然后呢有6万年是没有生物，有6万年是有，然后我们从隐会一降世以后到现在是将近6万年，现在是大清算的时候，对不？我们在这个6万年中间造了很多因果，做了很多不对的事，现在呢都要还债了。业力现前的时候我们的遭遇是不是很多？很不如意，对不？黑咱自己做来的啦，自己造的，要自己勇敢的去承担。我们有没有逃避大概都有啦，小秘暗时紧的厝紧搬搬的，明仔去就找无人债务都不用还，对不对？有没有？心里面想无啦，最起码我无安的啦，要了解到不是你搬走了，你的债务就不用还，那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不？你不走你的佛性就搬袂走，总有一天会等到你，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要逃避，这个逃避那个债主一找到了很生气，对不对？没有你好看，有没有？就发生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勇敢承担，自己既然造了业自己就要去还清，所以要培养欢喜心甘愿受。有欢喜心甘愿受我们很容易就把债务都还清了，还清了，性清净就归还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就回归本位了，理不理想？所以我们借着上天大开普度，所以老师这么努力的你看我们过年前的法会，老师不是来写那个毛笔字吗？有没有？老师呢说你要老师的墨宝就是一定要听信心法，而且要努力听，有没有？老师用尽办法，要我都能够脱离苦海，我就是要体会老师的心这个师徒如父子父女一定我们要努力去修持，让自己的佛性恢复光明就能够回归我们都是佛，我们都是菩萨，菩萨中的大菩萨都成就这个呢老师才高兴，对不对？那我们也要管我们的亲朋好友没有求到要鼓励他求求到以后要鼓励他研究能够了解理不理想？理想就是一个很理想，把娑婆世界变成莲花邦，对不对？这个不要沦为口号了，一定要做我们自己本身做，自己本身有功效呈现我们呢这个度化呢亲朋好友亲朋好友也改变了那整个那个家就很和谐很和气过的生活就很如意我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这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我们不能用那一种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一种眼心来听法那个眼就是暂时的而已那个法性就是永永远远。所以过去有讲我们的凡尘就2大系统，
一个是法相，一个是法性。那因为假如说把三河大地说成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听起来会怪怪的，所以就用那个法来代表法性。那法性又可以代表我们人不生不灭的佛性一样的称为这个法性。所以身是法性身，心是妙明心。我们就是要回归到本来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都用人心，用人心修道不可以知不知道？用人心修道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不能用人心修了。我们不修人情道，人情道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一定要朝真理的方向，不生不灭的角度修持。安尼听有无？一定要公心一片，没有自私自利的执着。我们执着引起别人很痛苦啦，会不会？所以要放开心胸。老师的墨宝大概或者听了北部的听众最喜欢那2个字就是放下，有没有？就是放下。我们放下了没有啊？放下就轻松了啦，佛性就清净了。不放下我们负担很重。顶个头不知打几百斤。跟前有没有挑过担子？有打过打不？有啊。是安尼用咧安尼比咧打，还是安尼用单肩咧打？那个单肩咧打，迄就是真正的会做事啦。若互我打，一定拢劈开的，无力。无够力通打用屁股会较轻巧，可是支撑不久拢动不久了。所以要了解到说人的这个负荷总是有限量。那我们一般都会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的单，对不对？这样好不好？不好头脑简单才好修道你头脑很复杂，修道就困难，对不对？所以不要把它固定化，法无定法一简单就要修道。你喜欢跟简单的人在一起，还是喜欢跟复杂的人在一起？对啊，简单是最好最美最简单。所以咱安尼起来面细细的素颜最漂亮了。你若画乌插白好看不？那个山妖水怪，是不是拢画乌插白？我喜不喜欢当山妖水怪？又要花钱，又要花时间又要花精神，可不再乱画可不可以你若乱画出去，人不敢看，然后变欧巴给。所以佛呢就讲说，我们不能用眼心来听法。这个很殊胜的佛法，用眼睛来听这个法就变成那个也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只有暂时一下下就过去了所以此法一言非得法性，就是进入法相。那法相变化无常，法性永远不变。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法性。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做比喻说如人以手指业世人，
用手啊来比伫个月牛，咱是不是都爱看牛？可是我们都看他的手指啦，这个就是在讲那个释迦牟尼佛啊，讲殊胜佛法，就像用手在指月亮，他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要能够看到月亮的光明，不是看到那个手指的指的方向，不是在看手，手骨针头，是在看月牛。所以就讲，比人呢，因此因为手指，应当看月，应该呢，都爱看那个月牛，爱知道那个目标，所以我们研究经典，就是要知道经典呢，告诉我们什么？各位前辈，经典告诉我们什么？不错，就是告诉我们要明理。就是告诉我们要明心见性，对不对？有够通和嘞，今晚人的时阵无一个赢，这个来修到一定程度，很和。若复观之以为液体，假如说我们是看。那个手指，就是看那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个文字语言，就是那个观的意思了，那么以为液体把那个他所讲的内容以为是目标，这样就已经错误了，把手指当成月亮的本体。那么此人岂为王师业论，一往其止。这一个人，他不但呢失掉那个目标，就明月，已经失掉了。那么一往其止也忘失掉佛所要表现的内容。佛所要我们达到的，他的那个宗旨，我们都呢没有。深入其中去了解。底下呢就讲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所标指佛所讲的那个内容就是目标。所指示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发挥佛性的光明。那是目标。那把佛所讲的一些语言文字当成目标，这样错不错？错。就错了，就不对了，所以佛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容易了解，说呢，我们所要研究的内容就是要明心见性。那怎么样明心见性呢？他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解说。让我们能够呢，透彻了解。像我们一开始就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后来慢慢的又把它延伸那个耳根圆通，有没有？然后慢慢的又呢，这个延伸到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是不是一步一步生的？有没有？又不同我那么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讲，岂为王子一副不失明之疑案。公不但那个所讲的内容已经呢亡失掉、消失掉了，一副不明、不认识明之以暗。不知道呢，光明跟黑暗，因为佛用呢声音那个名词那个句子文章来说，那么这一些声音名词那个词句文章，全部都没有那个观照的功能。
了解意思吗？这个就是暗的比喻了，暗。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佛性本体，它有观的功能，所以就是用光明来比喻。那我们不认识暗，不认识光明，就是讲我们没有发挥般若妙智慧，要了解所讲出来的那个是一个工具，我们借的这一些过程，借的这一些工具了解到本体，这样呢，那个教化教导，就有它的价值存在。那假如说不了解，以为说讲出来，我们都把它奉为归稿，奉为我们目标，没有深入其中实际的去实践，那呢，佛就比喻那个就是暗相，都不光明因为要发挥内容，才会发挥光明。那内容一进入就能够了解到佛所要讲的，就是要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了以后是不是发挥光明？这样明与暗就了解，对不对？那我们呢，一般把那个经文就是看得太重，比如讲我们听《金刚经》说受持读诵，我们都以为来受持这一本《金刚经》，来读诵的这一本《金刚经》，是不是这样？这就是文字上让我们迷失。那假如说我们以另外一个角度，佛都已经做到了，要我们受，那受就是呢接受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持就是把佛性本体拿出来用，这样会受持是不是跟我们来受持一本经不一样？我们真的进入受持，就是要受自己接受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持就是要把它拿出来用，这样有没有实际得到利益？有。就是要这样我所教导我们就是要我们这样去实践。这样实践就真的得到利益，我们能够受能够把佛性启发出来了，持已经应用在生活之中，利益无限了，对不对？然后受持是自利然后底下读诵就是要利益别人，自己已经觉悟了，也要觉悟别人，对不对？所以要知道，我们不能住在文字下，一定要进入实际的内容。实际的内容我们要知道说，不在文字表面。佛也讲，文字语言是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于第一义不能显示。那么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最高目标。那我们要了解语言文字都到不了，一定要我们实际实践才能到得了，才可以到达那个最高的我们想追求的那个目标，成佛成道，一定可以做到了。要按那个佛所讲解的，我们去实行，就可以达到。那我们这一段期间2年多来，也都朝这个方向，对不对？对。我们都在受持，也都在读诵，有没有？我们都在自利，也在利人。所以这个生活非常有意义过得有意思。跟以前比起来，是不是这样？是。
所以要努力。我们自己努力呢，也鼓励我们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努力，大家呢都很快乐，就生活在天堂。所以这边佛就讲，假如说我们不了解到所教导的内容，那我们对明跟暗就是不了解。那不了解的话呢，方向就错误了。我们就光自己会背诵，那有什么用？经典倒背如流，它不会实践啊。我们会倒背如流，会产生什么？对，产生高傲、骄傲。我有法度，你拢无法度。它有没有用啊？你会倒背如流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或者看到那个《华首经》释迦牟尼佛讲说如来不以世间共争啊，世间以我争。什么意思？或者不是讲解很多遍吗？还记得什么意思吗？哇，都袂记得了，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在基隆，要回去拢赶紧摕我紧搁早回去，坐袂赴紧的要坐高铁紧的搁早回去，所以都无留落来，爱留落来那个带回去我下次又很累又背下来，所以大家把它记得。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以世间共争啊。那个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叫世。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做间。那我们的佛性不跟空间、不跟时间争，都不争了。他修养最好。你要争他就退位，他都一动起来都无去啦，佛性都不见了。所以不以世间共争，可是世间以我争世间过去、现在、未来、东西南北，拢要跟我相争啦，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要跟我们佛性相争啊？有没有？要知道我们六根很强，都不让我们那个佛性出来，对不对？有没有？我们最容易实验的就是到那个服装店去看，不管男的女的啦，年轻年少的看到那衬衫叫水，迄我哪来穿就看。这个时候那个眼睛的那个当家做主很强。佛性一直在暗中跟他点，你家里衣服很多的，你不缺了，你不要看，不要买，像他讲，佛性会不会比较强？会啊，那才奇怪嘞。那个时候我们眼睛会把它压下去，你看点嘞，好看，在那个旁边的旁观者，你看这有好看无？我哪来穿有好看无？所以要了解那个如来不是释迦牟尼佛了，不是在讲他自己，是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修养很好。他都绝对不跟时间空间去争执。你若要爱大，你爱做大，互你做，是不是这样？然后去听到那个非常好听的不管是讲话或是音乐，这个时候佛性说这靡靡之音听了对我们不好，不要听，一定又是了。你唔捌你卖管，就把它压下去了。又欣赏了，然后回去以后去买那个高级喇叭，
那个很享受真的哦，你到那个那个高级喇叭，我们一支喇叭100多块，对不对？迄拢低级的，有听声尔啦。啊，你若去买迄个一支都10几万的那个咚，你这心都被他拉走了，会不会？你唔捌听啦，我哪会知影？你甲我问，我都唔捌听，去听看卖。我们不买嘛到那个音响店啊，去听听看，去欣赏一下。人家那个高级的音乐喇叭是怎么放出来的？这一听嗨啊，行袂开卡啦，跳两调了呀。一下子回气要糟糕了，为什么？身体是回气的啦，心都还在，还搁伫咧念的，伫咧听音乐。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6根的强啊，要当做主啊。因为太久啊啦，会做真久啊，对不？6万年啊，有久无？做足久的。你叫伊讲你甲李小放的，我主人出来做主，他要不要？不要越掠讲本来拢在做什么，是安尼换你。所以修道的困难都在这里啊，要了解我们6根感官越强，修道就越困难了。困不困难？他都袂转来啊佛性无法度，米啊深深，生到都唔捌你所以要不要往哪方向？要不过好听嘛拢记得无？一口气若无来伊遐拢唔地话。一支10几万、100几万嘛唔对话，对不？都爱害人啊，要还给人家的，对不对？所以要知道都是假的啦，迄拢咧怪，有去要怪伊无？无遐坚强啊！那个造化的引诱人啊，真的力道很强。我们都呢斗不过他了。要了解到，要先呢降服自己的内心，对不对？该降服，那个都是假的，假不假？变化无常，对不对？都是假的，假的，还没有死啊，就把它当成死掉了，可不可以啊？凡心不死的话道心就不生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贪恋凡尘会成道吗？绝对不会啦，被尘垢染了一身，有没有啊？有啦，每天都有在洗，都洗清气的，洗清气的。各位有没有试验啊？这个洗澡啊，我们都有洗澡嘛，对不对？是谁在洗啊？那个我们后面有讲身体是4大假合啊，4大假合要不要洗？水有风土要啊，要洗水有风土身体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啊，那个水接触到身体啊，那个接触到的。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还要了解到佛性又没有形象，要不要洗啊？要不要？所以或者就想说，有啦，都不是洗的但是我都伫咧洗身躯的中间都唔捌啉我咧，人伊安尼半个月才会使洗一届身躯啦，缀逐个入去洗伊就伫咧想讲，我即摆是咧洗啥？是咧洗4大假合呢？还是在洗那个凡尘污垢？那凡尘的污垢也没有直接性啊！那4大假合水有风土慢慢洗啊！到底是啥咧洗？讲安尼人一定进入无漏，无漏啊！已经
没有烦恼，已经呢精神没有外放，已经呢可以成就阿罗汉。咱说啊久啊吼，领悟，看那慢咱拢想掉了，我们都聪明过度了，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假如说他在写我是在写啥我们一定会说爱上去的精神病院那边，所以会认为他精神有问题。到底谁有问题啊？观念，所以我们了解说，观念很重要了。那对佛性的认知啊，那个观念啊，尤其重要。我们呢，一进入了以后，进入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以后，很多事情呢，都消失掉了。怎么？因为都是小事，都是凡尘事。我们把它呢当成凡尘事，当成小事啊，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有没有？我们把它看成天大的事啊，那个是不是很烦恼？很烦恼，对不对？所以只要观念一改变啊，我们所有作为形象也都改变。所以或许才讲说，本来2年多前啊，或许看各位可能是时常到太阳了，真的很黑啊。现在可能都在里面在那个室内工作所以变得都很白，很好看。尤其那个笑都常现，这样好不好？很好所以就是要研究嘛，研究会为快乐啊。有没有晚上盖着被子偷笑？要真正的到那个样子，笑到太好了，盖着棉被都偷笑，不像以前唉声叹气我无修拢真快乐，愈修代志愈多愈烦无修拢袂执着啦，愈修愈多，有没有？哪应该关系有做差无？有。那佛就讲，何以故啊？即直体为业明性，把那个教化的内容认为就是已经到达那个明月的光明。那么明暗二性无所了在讲阿难呢说如意如是对那个明暗不了解。所以或许那个底下的那个小的解说说明暗2个字喻中意之比喻的里面很容易知道，然后法中呢就难解在呢真正的佛法里面很难了解。那么把法中明暗之意解释就是呢教就是呢佛的教化，以声音名词跟那个句子跟文章为题，它呢没有结造之用然后呢和暗喻那个暗的比喻。那么心以灵之不昧为性，我们的心就是以这个灵之不昧有结造之用和明喻明暗暗呢就是佛的教化那个明就是心的灵词所以那个明暗那个比喻中很容易了解。那么学人，我们修道学习的人不了解依教观心，按照佛的那个教化来关照我们的心
不生不灭的真心，但认身教为真心，这个叫错认了，以为那个经就是真心，那么其笃迷心，不懂迷心亦迷其教，连那个佛教化的内容都不了解，所以也迷失佛的教化，又不但迷教，亦故不达有觉照之用无觉照之用。那么觉与不觉无所了别，觉跟不觉完全都不知道了。那么为阿难以心来听法，得佛所说的法亦变成眼尘就是凡尘的因缘那样就太可惜了，短暂的现象而已那个长久都不呈现如则迷失法性那么何意执子为业，就是把那个手指头当成明月，不是不认识明跟暗之人所以就讲说如意如是，跟阿难讲都你都是安尼都唔捌。若以分别我说法因为汝心者这边呢佛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阿难讲，假如说你用那个分别我说的法因你听到里面有不一样的内容，你能够分别，那么这一些是你的真心的话，此心自业离分别因有分别现，那么这个心是真心的话，离开了因生都不要有因生，然后它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分别现这样才真的是你的真心，还挺有意思吧这个就勉强，行拢无声音有。佛呢，底下做比喻说譬如有客，敢若有人客人祭祀礼亭来旅馆来休困，暂时变去伊呢暂时小休困的，甲迄个疲消除，还是讲甲巴肚枵解决暂时大一时就再个行李款款个行，中长住啦。无法度拢永远带掉咧。而长平人就是迄头家，迄旅馆的头家，都无所去伊拢唔免来去，名为停止伊就是做头家。那么此亦如是甲咱的迄个心来比较，这也是安尼。若有真心则无所去确实是咱不生不灭的真心。伊拢唔免来去，若是一个佛性的功能作用伊暂时来大志都爱搁去，都搁无。安有了解无？咱伫咧生活中间你看念头是毋是暂时来真紧就搁去迄呢，迄叫做缘心因缘的心，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若咱的真心你有甲用伊伫咧，你无甲用伊嘛伫咧啦，伊拢永远唔免来去，了解无？尤其我们在这个第3片、第4片那个DVD 都有详细解说。6根之中有生灭，有不生不灭，有没有？有没有看要了解了解了以后还有往后的一些经文就看得很容易了解，很容易懂。那假如说我们前面没有努力前面已经都无了解后边愈看愈会，愈看愈唔知影咧讲啥这样呢就得不到利益。我们要改变就很困难若拢会当了解我们是从凡夫地一直就走到佛地了就很容易按部就班就可以到达
所以佛就讲说，我们要说真心的话，这无所去啊，就不用来来去去，所以啊，我们最重要是把那个生灭心啊，跟不生不灭的心啊，能够变得很清楚、很详细。一个用就是知影讲，这是我的真心；一个用就是知影讲，这就是世心。世心就是生灭心，就是妄心。然后我们在没有启发真心之前，我们的世心里面啊，世心里面也有真心呐。男女之间恋爱啊，讲的话啊，拢世心。可是啊，那个时候啊，有真心呈现。那真心呈现啊，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对不对？那个啊，真心是建筑在世心上面。所以时过境迁呐，它就会整个改变，所以才有小善出现。假如说是用真心呐，小善它都出现不了。那个世心的真心呐，小善就很容易出现。因为近水楼台先得也。你相处，这个美路相持啊，就产生情愫，然后较在山明海誓啊，拢抛在一边啦。石头的烂，海水的干，这个心一定拢爱你无变，变啊袂变？变较正紧很快就变了。那个叫时过，时间过去了，境迁，环境改变了，迁变了，所以那个都不真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真心呐，我们的真心呐，不讲理，处随着你，岁时半如年，行死随如己。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刀看过他，知佛见喜，记得吗？记得。很有意思那个真心不讲理不是霸道，因为肉入讲理就两边了，对吧？公说空有理，婆说婆有理，伊对伊嘛讲伊对，就个人讲个人的啦，所以一讲理啊就没有真理了，所以真心不讲理，处处都随着你你要做啥伊拢地你，他都不拒绝了。你认识他，你都唔捌你，唔要研究啊唔捌你，他却认识你，伊捌你啊，伊拢互你用啊，那有朝一天啊，我们看透他了，那知佛就这番事，就多一位佛出来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用心追求，一定求得到。所以底下呢，说允和离生啊，无分别线，离开声音，离开佛的教化声音啊，已经呢都没有了了分明的那个觉性在，这个呢是在跟阿难讲。那么师者起为啊，生分别心，分别我容，离之色相啊，无分别性。那么这个又更讲得更又从角度啊又深一点这个呢师者起为生分别心呐，不是呢只有那个声音的分别心，离生啊无限，即是能够呢分别我32我容啊，那个呢就是32相，佛修成的那个32相的容貌。也是呢，相有啊，则生；相无啊，则灭，也一样，就是生灭。那么离开呢，所有的那个分别的事项也没有能分别的自现，是不是又有不同的角度？讲有一个看清，有无？上面是只有声音啦。
那下面呢，连那个佛的32相也包括在那个佛显现32相，是要循循善诱，拐咱众生来修道啦。讲恁若有修恁就有穿殊胜的形象会呈现所以那个30相就是凡尘都见不到很殊胜。希望我们看到形象以后就把那个凡尘的贪念抛开就进入真正的那个法性里面。那么如是乃至分别都这个呢，这个如是乃至就是离开中间因为只有上面讲的声音，然后这边讲的那个容貌就属于色然后中间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他用呢乃至把那个中间都省略掉分别都就是都没有，已经对这一些微细的这一些这个香味触法都没有分别，然后已经呢到达灰色灰空然后呢这个俱舍里就是印度的外道他们呢说这个是明地那个昧是迷昧迷昧呢认为这个就是明地。那么这个到达分别都灰色灰空这个就是参禅打坐形成的那个功效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完成的参禅打坐有它的功夫在，只是用那一种方法没有办法修到成道修到成佛。那佛就在这个地方呢，他详细说说那个俱舍里迷昧认为那个就是我们人的最初人上早的现象叫做明地，明初主地明地。那么离之华严无分别性，离开呢我们那个六尘的最后一个色声香味触法，那个华有一半的生一半的昧，有生尘昧尘，所以它也落入这个形象。那么已经呢离开所有的法缘，已经都没有别性。这个修到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内守悠闲很高的程度那么底下呢就佛又讲不同的角度则汝心性各有所还，因何为主？就是我们的心性都可以还到它原来的地方所在，所以不能当家做主。然后我们把这一段这个比较这个深的部分我们来看那个小的文字。那么如是呢，此上衍生色而成离尘已经没有分别性，乃至这两个字就是超越中间香味触那个尘变华那个最后一个六尘的最后一个色声香味触华，那个华处守色，因为那个华它有半分的生尘，有半分的昧尘而分别之性亦复都没有这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六识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已经不言六尘的境界，可以说打坐出来的功夫。那么以五识共起这意识也不起了，没有了那个五识最后一面最后一个意识那个意识也没有。那么如是则能分别以所分别的境
我们能分别的心能跟手能手那个手分别的境悉皆寂然，已经呢都没有纷纷扰扰，都寂了所以讲说都无。那么唯留独头意识，这个独头意识那按来捆做梦，那个梦叫独头意识它没有跟外缘外尘相近，可是它会呈现，那个叫独头意识眼华处半分昧尘因为那个最后六尘的最后一个华，它有半分的生尘，半分的昧尘所以这呢独头意识攀岩那个华的半分昧尘所以会有写说因法尘有生昧各半分它呢灰色灰空，不是形象，但是也不是整个都是空就是内守悠闲所以很高，打坐到这个境界很高。那华此昧尘境界已经离开六尘的初相已经离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初相已经离开，所以灰色没有形象。那么有寂静那个细境很空寂金清净那个寂静的细境，很微细的那个景象，所以灰空灰色灰空。那么参禅就是我们打坐的人到此境界难免被他所误拢去互伊耽误掉，就是讲我已经修持到家了，我已经成就了，其实拢也不是啦又不同那个色界的四禅之定故灰色。那法度行四禅，四禅唔免喘气，嘛唔免食饭所以那个很高的一个程度非同无色界的空处之定，故非空所以到四禅再上去就是无色界了，没有形象那没有形象那个剩下的都是我们那个意识作用那如八定之后的三定就是呢无色界，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想处定。那么所言的境界很相似不但随尘起昧是见闻眼以及我们眼睛都不会一个接一个，即嗅禅觉知亦不起那么此次犹非真心，还个不是咱们追求的目标所以伫凡间坐禅一定有人指导，无不是拢会做唔对所以切勿唔通甲伊认讲我已经是上悬的程度。那么昧就是迷昧，迷就是讲咱的开始要落凡尘迄个上开始的迄个所在叫做迷昧就是迷昧，不知道此境非真不是真的只为明处主地就是讲咱要落凡尘开头开始的迄个时阵。那么外道的神通之力能观八万界迄外道伊的神通有法度看到八万劫，八万劫外明然不知，八万劫以外伊拢唔知影为明处那么从此觉知处理，故为主地咱的觉知为遮开始或者明处主地叫做咱的世间性落来世间的性的开始为世间众生由明处而有此性执世间本性。那么离法言无分别性，
为众时心之分别都有，咱的心拢无分别啦，没得分别心。一旦呢离于这个初分别，真初的分别，那么微细留住啊，因所未解啊，那个微细留住，迄种迄个微细微啊真安尼连续，安尼一个接一个迄，咱也无法度抵达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到达的那个境界。那么纵使啊，境之色空都有环境的遐色，环境的空，拢已经无啊。一旦离于啊初境，迄初的境界拢离开，然后灭尘影视啊，故不能离掉凡尘。那个影像的事情啊，无法度离开。若离法尘半分灭尘之即无分别之性啊，以上之离色身而无性呢，同一理拢感离开迄个法尘半分，迄个灭尘之眼啊，也拢无啊，迄个分别性啊，拢无啊，离开迄个色身无性啊，共款离开色身啊，拢知影，所以唔是真心啦，咱要求真心唔是安尼。则如心性各有所还，就是我们眼尘啊分别之心性，咱伫个凡尘攀岩，有分别心，迄个心性乃随尘生灭，随着凡尘啊生，随着凡尘灭，那么各有所还啊，拢爱还那么分别生者啊，生成来，咱伫个声内底分别这什么声啊？声为倒来咱咧分别迄个声，为倒还伫倒位都还出一身好像咧人的影共款咱的影咧为倒就对为倒去啊怀随何人而去啊？有来有去是呢，按数之客暂时大咧迄人客，唔是常住的主人。假如说常住的主人啊，拢唔免来来去去所以佛就问他云何为主？唔是啦，是咱的真心。那这个时候阿难听到佛这样讲他就问了释迦牟尼佛说：若我的心性啊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言心啊，因何无还？唯其哀悯啊，为我先收而难伊就讲，我的心性啊，拢各有所，拢都爱害人如来伫咧讲迄个妙是不变之体啊，明是随缘言啊，就是本来那个不变之体随缘之用，我的本来心啊，因何无还？为什么那唔免害？唯垂呢哀悯啊，为我先收。所以希望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跟我这个内容，让我能够透彻了解，能够知道。那呢我也一样把那个小的文章此当机就是阿难，闻说眼心有还，而求我开示无还，下面免还。那么还者就是归还敢若世间的物件，甲享受啦，都要害啥人？若是家己的物件都唔免害所以咱的不生不灭佛性拢是咱家己的物件，拢唔免害。然后佛告阿难且汝见我你我见经明远你这个见经你也看到这个经就是纯理无杂明呢光明清明知道见经明远，此见虽非妙经明心虽然它还不是完全是真心的本体如第二页或是夜影。第二页就是讲咱看这个天顶的月亮目睭饲落又变一个月再变两个月，迄第二个月啦或是夜影，伊毋是讲伫个水的
显现出来影，那伫水诶现出来诶影吼，迄个全部拢是假。那第二页那你目睭莫甲饲放弃啊，伊就会还到第一页啦。所以这个第二页跟夜影差别很大。那么如应地呢，今当世如无所还地。你即马呢，详细听，我呢，开始互你知影，那个唔免害的迄个内容。而那此大场洞开洞方，路人升天。伊就用伫个现在看会到的这个大光。然后那个洞开东方，就是朝着东方呢，迄头门拢无关，拢开开。东方迄日人升天，迄日头伊升起来，则有明耀。头先迄日光用安尼真光明。然后中夜夜夜一直半暝，半暝时阵无月亮，无月亮就黑夜。云雾这个晦明，则复昏暗。这个时阵暗蒙蒙，迄夜拢无。那么复有之隙复就是门，有就是窗迄个空隙则复见通。咱为门为窗为窗旁拢有度甲咱会看到的拢会当通过，就是讲会当看到外口出去。那么墙宇之间墙这壁迄个雨是迄个处处咧流水落来迄遐迄墙宇之间则复观有。拢搁甲咱的迄个会当看拢看起来，看袂到。那么分别之次则复见言。那有分别这个物件立功顶是立功顶，老板是老板，这好做呢那个能够呢分别，咱会当分别物件是虾米物件。分别之次则复见也，咱就会当看到咱迄看见的攀缘。那么缘息之中遍是空性。迄个圆空虚空，这圆空唔是伫咧讲真空啦，这是咧讲空间迄个缘息之中全部拢是空性，拢是咱不生不灭的迄个佛性，就属于真空。那么预备之相，这个预忧郁的预备，就是讲咱这个凡尘一挂灰尘，拢飞去你伫个迄个天顶，就变做预备。这种景象则以分呢，这个分层，就是讲看不清楚迄景象，去互这灰尘呢，安尼朦朦胧胧，那成绩念分又观的清净，成绩的是讲，假使我若有落雨，甲迄个灰拢甲带来涂骹，这个空间就安尼真清气，真清净，迄气氛咱就会当看到清净的景象，这就是伫个刚跟外口所呈现。那么而那汝闲看此之变化相，你即马闲就是全部你看这所有的变化的形象，有今呢各还本所因次，我即马甲伊这所有的景象拢系迄个本来伊的发生原因的所在，因和本因，看呢伊的本因，而那此之变化呢？明还路人，这变看会到这光明咱还有日头，何以故？这无日不明，无日头就无迄个光明。明因时以入，所以这个光明伊属伫个头，是故还日，所以还有日头。那么暗的还黑夜，这个暗咱还有迄月亮。
无月亮就暗面望，啊，通环富有，咱会当透过门，透过窗仔门看到外口，这个通啊，咱开迄个门，开窗仔门，那么有环墙宇，会甲咱拆掉的迄壁，甲迄个屋檐，咱拢含圆环分别。就是讲，咱看什么知影什么，这圆攀岩啊，海分别心，会当分别，这是日光灯，迄是迄个天花板，咱圆啊，海这分别心。那么环西啊，环空，这个空中无半项界，咱还有空，预备啊完成，互安尼，迄个规个大地啊。拢一寡这朦胧的这景象，咱还有这灰尘，因为这灰尘拢飞去伫个天的，所以就必备，就是讲安尼拢看了袂清楚。则知世间一切所有，咱所有的世间一切的所有啊，不痴思咧，拢瞧袂出啦，这款代志。瞧袂出啦，瞧袂出这款类型啊，拢是安尼。那么汝见八种见灵明性，即马这不种啊，这情形有光明，有黑暗，有通，有太调的，有分别，有这个缘起，有这个预备，这啊，你看到这八项，迄个见灵明性。会当看到这八项的景象，亦当还俗，你要还有相，所以底下呢就讲原因。若还里面，假使你甲这有多八项的，还有迄个光明，还有日头，则不明时啊，无复见。即摆日头无去的时阵你看袂到暗，看袂到这暗蒙蒙，虽明暗等啊。种种差别，虽然有明、有光明、有黑暗，有通，有太的，这种种差别，种种拢无共款。然后见呢有差别，看的景象啊，千差万别。咱会当看的见性啊，敢若一个，伊拢无分别，所以啊，见有差别，这样了解意思吗？种种景象啊，千差万别。我们的见性啊，没有差别。见性是一呀，见相千差万别。安尼有了解无？说知可还者啊，自然非汝。会当海迄唔是理啦，不如还者非汝而水。免海迄是理也无是相。安尼知影无？咱会当看到足地对无万象，万象迄是现象呈现万象，咱会当看到的敢若一个呢，一个见性，一个见性啊，看万象，万象有差别，见性没有差别，没有差别，那见性啊不用还，这万象拢爱海啦，安尼了解无？袂深啦，会袂？会真深哦。唔知要安怎海，迄唔知要安怎海唔免咱管，伊家己就海啊啦。你看即马有日头光着，即马来暗灯食咧暗着无？日头就无去啊光明消失以后啊，呈现黑暗。光明看会到，黑暗嘛看会到无？咱即马这门开开，大门开开，看会到外口。若即马大家拢转去关起来，对无？都塌掉，看袂出来所以这个各有所还呐。这个都不是我们。那个我们看到呢，了了分明啊，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没有研究的时候，它本来就已经在，就已经有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么题知影，见性是一，见相千差万别，这样了解吧？了解。
还有9分啦，留下各位提问，有没有要问啊？好，请说。请问刘讲师曾提到弘扬妙修持，若启发佛性、讨佛性真理研究，也一样可以回礼天。请问他们不用求道吗？这个呢，导师我们要很重要的跟这个道经的这个心事，这个求道啊，就是受记，受记知道吗？以往那个单传读书那个修持啊，你要当大法师，然后连续期待，上天才会受记，再给你怕鬼邪关啦，所以你有成佛的资格那个是先修而后得。那因为我们现在人心不古，那造的业又非常多了，所以要等到都修到功果圆满才受，已经大概都寥寥无几能够得的就太少了。太少的时候灾难一降临一石俱焚不管是叶还是石头，当这都要遭难遭劫，所以上天不忍我们好的也消灭掉，所以这个降道来拯救善男信女，降劫来惩罚这一些为非财，所以道跟劫并掉。其实那个灾难都是我们众生自己造形成的所以现在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求道非常重要。假如说没有求道，可是也修得蛮能够这个到达明心见性程度那上天不承认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继承那个东方前18代，西方28代，后方18代那个有领那个天命的祖师掌道坛来受记，那个上天才承认。那我们了解说，这个是从无极然后太极2仪4象然后八卦相中相凑8864东方前18加28加后东方18，是不是刚好64？就整个那个一个卦气一个圆会里面的气数圆满。所以我们老师就时常讲，老师是办理幕后早，对不对？最幕后了，第64个类无所以要了解说，假如说有人在作书称主那都是妄，东西自己异想天开自以为是你都不知拢假那个都不可以的所以求不求差别很大。纵然我们有求道，可是没有努力去修正，那最起码种子不灭了，我们的佛性种子没有消灭。那假如说我们种子，我们佛性已经粉碎到碎灵，变成那个小的像蚂蚁像蚊虫那个要极灵要非常久的时间。那我们有求道，虽然说没有修正，可是毕竟那个因那个能够成佛的因还在。那还在下一个缘会开天辟地隐会又生人的时候，这一些有修道没有修的又来了啦。我们在看那个黄母性十戒，就知道说山坡我们在洗澡这个老母把我们仙衣仙水都收回去了，把赶到凡尘来，那个比较好听啦。只是我们起心动念才落入凡尘所以有求跟没有求差别很大。有求呢，我们玄关打开我们的佛性可以跟大地融合融汇。那假如说你没有求，玄关没有开，那你黑暗一片
那个种子啊会不会灭，那就不敢保证。那我们老师有跟我们保证万八得超然，有没有？有。只说10800年以后啊，各自因果还要各自承担，所以啊，要我们研究性理法，然后啊了即业障本来空，不了还须还数。要不要了啊？就是努力修努力了解真理，能够了就是透彻之道啦。透彻我们佛性本体，染污即不得。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不好习惯修正几步，把它修掉。没有脾气，没有毛病，那就回归本位了。所以这个问重要。有没有求差别很大。我们老师讲道盘，所以求道呢，老师来点道，打开我们玄关。等下是不是代表老师？求那个义啊，这个请谈以后啊，老师就到来了。老师有权柄，打开玄关了。我们人没有那个权柄。还有吗？我就针对上一个问题说，弘扬要修持的这些人那到了三关九口考三宝如何过关？因为白羊起跟白羊起的口诀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就不用到那个地方去，没有资格去所以不用问那个问题。都没资格去遐啦，没有三关九口，没有求到哪会有三关九口？好，再见。请问自古至今三期有什么人不用求道，可是深解佛性真理而回天的吗？那个慈威在那个威音王之前，就是七佛自理完成，所以等到下一个缘会不是还有10佛是吗？他有7佛来自理完成，3佛才来收缘。3佛还没有收缘的时机之前他是7佛自理完成。自理完成的时候你修的功夫道，你就不用上天指派祖师来受记你等那个去久再去做份还有吗？请问关老爷被毒箭射中，在刮骨处理伤口，并没有上麻药，可是他老人如如不动，阅读书本，这不是已经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吗？可是他老归空的时候，并没有去天，而是去西天。请问有讲师是什么意思？我要当老母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一种这个就是刮骨的时候本来是很痛，可是你把它呢转移到佛性本体的话，佛性本体是不会痛的。那他老人家呢，就是那个中医传世，因为他是中医，不是说他现在在7天而是派他来掌管，现在做提供了，所有大小事由他来掌管，来管咱我这干，是这一个职位了，让他在7天，不是说他的修持只有7天而已还有吗？还有那个刘讲师说，我们都有神通，因为想到台北火车站，便已经到了台北火车站，这是假想，不是吗？如果后学住在美国20多年，去的是已经拆掉的旧台火车站，而不是新建的台北火车站。那后学不曾去过新建的台北火车站，所以是假想，而不是真的去到那里，是吗？这个各位学姐，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相是无常变化了。你不要说20几年，你再经过200多年，你再来看现在新的台北火车站，它还在吗？还在不在？过200多年以后现在新的台北火车头还搁在不？没有了。所以那个无常变化，不要住相。无常变化，相都是假的，不是没有是有，可是要了解那个相都不固定，
形象啊，虚幻不实啊，不固定。我们都在比如说老一辈的住在以前都没有东西吃，那现在小孩子啊，讲叫偷贼的。你好的东西一直喂他，也不见得他喜欢吃啊，是不是说时过境迁都不一样？我们不能把那个不一样的把它固定化了，它又会变化。一样那个又有事情又有灾难，那谁会晓得又是什么样的景象呈现？我们看非洲啊。是小孩子在垃圾堆找东西吃啊，连那个大人啊，就是啊，也在那个垃圾堆找东西吃，那个什么景象？所以景象都是虚幻不实在，是假的，不要住相，都会变化，一定会变化。它美国更变化的大，这一个建筑物啊，已经超过多久？它整个用爆炸的把它几秒钟之内让它不见。你住在那个还没有爆炸之前的景象里面，几秒钟以后是不是不见了？所以那个像啊都是假的。不要说以前的像是怎么样，我都一直住在的，那个变成我们的毛病了。像都是假的，不要住你住了它也不永远存在了，所以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是要过的生活有意义，然后呢，非常的能够逍遥，那个才是追求的方向目标了，不是说在像啊，我有去过，我没有去过，神通不是那样说的，这个佛的大用啊，我们要善用它的大用，可以改变整个宇宙现象，不只有那小小一个建筑物啦，那个都不值得一谈。还有文中还有没有？还有啊。那个出场打坐不会饿，为什么？那个是短暂的啊。哪有说你出场打坐就不会饿？你再打坐个几天看看，看你饿不饿？饿的都让你站不起来，那个都短暂的现象啊，不值得炫耀。真正的你要修道呢，都不用吃饭，不用呼吸，那要到第四层。第四层才可能不用呼吸，不用吃饭，还可以到达那个昧受想定，就是那个大迦叶现在的那个定，在鸡足山，那个呢才叫做真的大定。他是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遗命，要等到我们弥勒祖师下生，把所有跟释迦牟尼佛修的弟子啊，都带来交给弥勒祖师教导他他的那个交给他的那一些工作才完成，他才可以归空。还没到啦。弥勒祖师下生了没有？又不要落入争执了。还有，那个只有讲是第四场不用吃也不呼吸，为什么？达摩祖师9年念力是进入第四场吗？还是他的佛性在天上，而身体在念力？这个问的人啊，心力是太强，心力是太强了，妨碍我们修道。因为心力是的变化无常，那我就明确告诉我们，不要用心力士来修道，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然后我们心事的形成啊，它都是因缘际会，所以佛就讲心则际意，际会的际，大家做会到底那个际。然后意啊，意则回忆，意则意义，回忆的意。然后呢，那个事啊，就是现之意，显现让我们知道。
这个是很多的因缘凑合才有，所以心意识啊变化无常，不要用这个来修道，用这个修道啊自找麻烦，烦恼很多，又修不成道。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一个真心来修道，才会成道，才会成佛。一定要找到正确的佛音呐、那个心意识啊，它是妄想，不会成的啦。所以你越往这个方向去追求去努力啊，你烦恼就越多。那功效的呈现都是短暂，很快就变化。那个不真不要追求。我们要彻底了解。不能用心意识啦，跟人家勾心斗角都是心意识。那我们勾心斗角好不好？不好。绝对不好。到了很多的因缘，跟很多人结怨。那这些怨啊，你都要一个一个去了这个怨分。你看是不是很忙？跟我们说修道人不可以养宠物一样。你养宠物啊，你要保证宠物也成佛了。你看是不是找自己麻烦？家己都在修未成佛啦，都要保证宠物成佛。所以那个不要，我们不要自找麻烦。还有吗？自古唯有肉身菩萨示现人间，为什么没有进入第四场至千年示现人间？因为要了解到那个也是他的发心慈悲啦。你要说肉身菩萨，一定要在3年，你3年以后会死掉，你3年就不能吃，不能喝，然后才有办法保持你的肉身不坏。那个只是要告诉凡人，说你努力去修是可以成就的。可是呢，他受那个苦那个要本身去经历才会知道。不要说3年啦，那3天没吃大概都爬不起来。还有1分还有可以问一个问题。好，请说。刚刚有讲那个迦叶尊者说在鸡足山嘛，那他曾经来借窍过嘛，他是什么生过来借窍？好，请说。因为他在鸡足山是他的肉身，还借窍是他的法性，就是他的佛性。他佛性我们的佛性修正了以后有千百亿化身，他不只可以化一个身可以化千百亿个身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性的奥妙。那因为他受释迦牟尼佛交代，所以他呢就要保持他的肉身还在，这样到时候他要带那个跟释迦牟尼佛修的弟子来交给弥勒祖师，才有一个凭据所以他还要等那个弥勒祖师下生。那因为他就是要让凡人知道，所以他有一次把那个鸡足山就是在云南，我们大陆云南鸡足山把它分开以后他走出来，然后遇到好像我们有一个博士，遇到他的本人，可是他没有跟他讲说我是大迦叶，没有，是那一个博士遇到以后，他把他那些遇到的都描绘出来以后，才说这都是那个大迦叶可是那个时候鸡足山又呢这个合起来了，他又在里面的这个样子伊要互法这样知影，讲伊也伫咧，只是这样子而已各位讲师、各位大师、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的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生给或许几位学讲。我们呢这个就只在讲
这个像眼睛，我们讲到第几页呢？36页里面。大致的，这个不如还者，非如河水这边嘛，好，这个呢小的字方面解说呢，说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见性能够看见是一，然后呢所看见的万象千差万别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所见都不一样，那么不一样的形象全部都在我们那个见性之中，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要阿难呢说你来看这个变化相，这个以变化来称呢，就是因为它从无然后而有，有了以后它又会变，所以叫化变化。那么显现所有的变化，都不实，不实这个真理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能够呢，追求实相，追求真诚，可以说呢都不多了。那一种不会变化的，没有形象的，我们佛性本体我们大部分都不认识，然后也不投入精神去研究，所以都在呢这个形象上面用心，都住在形象，形成我们烦恼就很多，不了解呢那个真理。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呢这个回光返照，各位先生听得到声音吗？消失了这太小声了啦，还是太大，现在太小，这个叫两边啦。不是了想法就是都想要要刚好中道，听的呢这个声音都听到，而且又不会有回音，那个呢都是恰到好处。那我们呢就是了解在凡尘也是一样，我们追求就是实相，实在的形象。那实在的形象就是不变化，那么不会的变化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这样一路研究下来，都将近2年半的时间了。那么对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呢，大概都认识了，认识吗？都认识了。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的实相。那么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要把实相摆在第一位。那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变化无常，这叫虚相、假象、幻象，都不真。那唯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是真，是实在的，所以叫实相。那我们假如说都能够这个在实相中，那可以说我们都在真理之中，都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之中。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这边这个上课的情形很理想，大家呢都很专注。那假如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想看一点经典，想对真理深入了解，可是呢一翻开经典，一走入真理界然后就开始想打瞌睡了，然后把它盖起来不看了，精神掉了。那就要了解说我们的障碍自己障碍自己那业障蛮显现在眼前。
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态度啊，就需要有所调整，就是要能够感恩，要能够忏悔。因为我们一般人一听到要忏悔啊，都会想说我也无做唔对啊，要忏悔我们有没有做错啊？其实很多时候啊，不知不觉啊，我们都做错了。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时刻呢都能够抱着忏悔的心，那会发现我错在哪个地方。那知道错，我们就有办法改，对不对？假如说知道错要怎么改都没有那个意愿去改。所以我们修则改也，修道就是改掉我们脾气毛病。因为佛经里面没有脾气毛病可是我们现在都有，很容易走入情绪化。那只要我们落入情绪就不讲理了对这部分绝对抛开都以情绪为主要的考量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欢喜就好，欢喜就好，有没有？都会走进情绪的那个领域。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情绪它就是我们根尘相对六根对尘，然后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一些一样也都是变化无常，无常变化。那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习惯习惯性所以这个习惯性就很难去改变它，甚至都不知道习惯是不知不觉我们都会显现自以为是，就是骄傲。各位有没有骄傲的心？有。可能又不承认那我怎么骄傲都会这样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内心都有骄傲的一面。人家讲话我们不愿意听，不尊重别人，骄不骄傲？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还很强烈所以就是了解到自己的过错自己都不会承认，也没有发现因为不发现怎么改就改不了所以修个几年几十年还是一样没有变化。那以没有变化的那一种形态要去度化别人，别人愿不愿意跟你走？他会想说像这样我才不要，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道闻施胜。那施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要把它表现出来我们自己本身呢这个把脾气毛病都去除掉了，没有脾气毛病。然后呢对众生很关心，很尊重这样子呢整个人都不一样气质也变化然后呢对凡尘的名跟相都已经呢不在意，都能够看得透彻都是假的。那这个时候就真正的走入实相。那么走进实相以后我们一定又会改变。为什么？因为真的越来体会就越深所以从那个直心，然后到达身心，到达大悲心这样呢就一层一层深入我们对那个成道与成佛越来就越充足那个力道就越强休息到来就很快乐不要说等到以后成道，还没成之前就已经很快乐了。各位有没有感觉说我们2年多前跟现在心境不一样？有没有比较快乐都写在脸上时常笑眯眯的有没有？
上次啊，我们就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啊，开始研究的时候啊，因为都比较常晒太阳啊，面有较乌啦即马较拢侪教授咧听课面较白，有没有？有没有发现说面比较好看？所以修道呢都变化。那我们了解啊，相由心生。我们心里面呢已经没有埋怨，心里面呢已经很舒坦，那整个形象就会表现出来。那我们做亲朋好友，他就喜欢跟我们接触，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做人就成功，对不对？我们做人功吗？这个有没有成功用笑的啦？是用回答的。所以了解说，在凡尘一切都是假，不真，变化无常。那我们呢，就是要追求实相，追求真的，在真理世界之中呢生活，完全都不一样。会给众生利益，可是我们又不会记在脑海，这样呢就培养我们那个德性，生子得本，往后要做呢工作才做得住啦。这条人咧甲咱摆才袂拍拍咯。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详细的说。我们这个看到万象，万象呢都有它来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归还它的本因，它从什么地方来，就归还了什么去，都可以归还。那唯有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不用还，要不要还不用还。无地害啦，你要害互啥？迄个咱家己的福性无地害。迄个无地害福性，就是咱家己，就是我们本身。所以本身呢，就是佛。因为这个突破本心就突然没有付出代价，就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不敢认，不敢认为那个就是我们真心了。那我们丢到人为太久，也对自己的那个本性真心也是一样消失，一样呢遗失很久。那现在我们有求道虽然说有点到，可是我们没有感觉说得到什么，有没有得到什么没有。这个很诚实啦，没有。都没有感觉说得到很奥妙的那个真理有然后我们假如说有走路那个修道的道路不管是在哪个宗教修持他告诉这个得道的那个方式就叫受记。那在这个受记的那一种条件就是你要修的都已经脾气毛病没有功果圆满才会受记。那也要了解说那个都是很不容易像以佛教本身来讲，他要呢经过这个7代的大法师才能够得到受记。是大法师有讲经说法，有利益众生有实际的那个呈现才可以那假如说会讲，没有人听，没有人会效法，那个是没有用要呢有那个实际的成就期待了，然后来受记，那个叫功果圆满一受记就成佛成就了。那现在呢，上天大爱普度，让我们都还没有修到功果圆满我们都受记了。那受记也就是表示有成佛的资格。
那要不要成佛啊，就要看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假如说我们都一直利益众生，然后呢，所有利益的事都不记在脑海，那这样的话呢，就进入现分。那么走入现分以后我们那个成道成佛的种子那个因就很精深，那就一定成就了。那假如说我们只有听而没有做，那个就种子不昧。我们这个佛性的种子不消灭。那不消灭的时候这个缘会它会过去。接着我们是五味交替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一点到跟我们讲万八逍遥，万八得超然，10800年，12个那个缘会里面的一会。只有这样，然后接着我们人人类生物会消灭，接着大地这个整个混沌了，然后天也没了，已经呢只会开天，然后五会就关天了，那个老母那个信里面讲得明白，天已经关了。所以下一个缘会又开天辟地，然后隐会然后人又降世。那降世的时候谁要来？就是有求道没有修的这一些种子不昧他们来。就是在这个山坡这个洗澡，先一洗血又被老母收回去了，又赶到凡尘来。这个讲的比较好听了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才到凡尘来。那我们现在有求道不是很多有求道没有修吗？对不对？对。那个都叫种子不昧，它的那个佛性没有消灭。那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要是已经粉碎变碎灵，就是转世到蚂蚁蚊虫。那个都碎了，粉碎了。那粉碎了以后要集灵，把那个灵要集合成一个灵的话，才有办法转身我们一个个体的动物。那要了解那个过程要非常久的时间所以灵一分散一碎灵了以后就很难再集灵。很久的时间才可以集灵，不是集灵以后成佛了，而是集灵以后才成一个动物的主体。那有动物的主体你还要有善的因缘，才有人的资格。那转世成人，成以后就不是说成佛了，还要修持，对不对？对。所以这个过程要成人是很快，要成道成佛是很慢，这样知道意思吗？那我们都有这个因缘都可以成道成佛。他说要把握机会赶快把脾气毛病去掉然后我们的佛性都使它发挥光明。那我们之前讲六祖坛经，讲道德经，现在呢讲这个楞严经，还有我们准备讲的维摩诘经，都告诉我们要怎么成佛的方法。所有广泛的一个修方法，我们都把它阐释，把它讲解。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真正的努力修不是很困。是我们这个三心两意修起来才困难。这有没有三心两意都很难做到专一，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很发达，那大家呢都想这个掏别人口袋里面的钱都很用心所以发明很多新产品，诱惑力量都很大，看了都很想要，对不对？
尤其现在台北世贸展览馆在咧展览化妆品，竟然你看那个人山人海都去抢着要，就是化妆品，又很便宜，大家呢就贪了便宜呀，就挤爆了那个展览馆，很多人那个营业额也很高，大家都是消费，所以那个是不是在那给人怪？咱遮远啦讲若要去遐甲人抢去买物件真俗，毋过车钱真贵，划不来的，所以就不会跟人家去抢。那我们要了解那一些都是是不是多余的？我们之前都讲，我讲唔免化妆啦，你甲老大家拢同款，年岁一大了面拢同款对不？一不一样？一样。看起来大家拢无分别都一个样，所以我们也不用花那个钱。这擦好了以后还要洗掉，不洗掉去睡的话，明天皮肤还会出问题啊，是不是这样？画搁较细细，你看咱都爱了钱，搁都爱了工，所以就不用花那个钱，朴素最美丽呀，细小钱比较好，上水，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以后上我的课都不敢化妆，可以省掉那个化妆品的钱，那个都很贵的，平常的话他卖的都很贵，所以我们就追求那个实相，真正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我们真真实实的形象。实相，那从实相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很多凡尘不必要的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我们都可以不沾了，然后也会发现我们日常在讲的话，大概我们讲10句有9句9都可以不用收。有没有发现？有一寡话拢唔免讲啦，讲出来拢对。尤其或许因为时常都要坐车大众运输，然后听到车里的对谈我就想你这话拢会使免讲。他讲了10句我在说那个合拢那一句还没讲出来，那一句也可以不要说。所以就11句都不用讲。都是多余的，给了，那我们都浪费在这一种多余的那个生活方面，很可惜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精神都用在我们的实相，在佛性本体，那就来得非常充实，像都听了那个《金刚经》。我也不是讲第一分嘛，释迦牟尼佛在日常生活之中，把最上乘的佛法整个呈现，有没有？有没有听那个都跟我们凡人一样，要吃饭，然后要走路，要穿衣，对不对？可是他就已经把最上乘佛法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整个都呈现，而且一做的工作30几年，从31岁成道一直讲到68岁，都这个样然后须菩提看了30几年，才看出巧妙。第一句话就讲稀有，《金刚经》第1分完全没有讲话。须菩提那个稀有从哪里来？从领悟而来。竟然佛在传授最上乘佛法，我怎么都没有观知巧妙
所以那一出戏是很感叹的，那种迫不及待的，赶快来请示释迦牟尼佛领悟的对不对？然后释迦牟尼佛会给他应个善哉善哉因为佛要传，没有人出来，他传不出来现在被须菩提看出来，可以传了，很高兴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我相强不强？很强法相呢强不强？也很强非法相呢强不强？也很强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都把身体当成是我，所以我相很强。那佛就讲我哪里身体的我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哪一个可以不要还我们哪一个可以不要还？身躯是不是咱的？身躯是天地物质水火风土，不是咱的无一个讲会使甲占做咱家己的，无爱害，拢一定爱害啦，绝对要还。所以我们了解身体没有我，身体没有我，要不要固执我们对身体固不固执很固执所以这个叫住相，住在身体的形象。身体是假的不是我们能够看得开了原来身体不是我，那所有的我，那个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所以我们那个了了分明那个知觉性那个就是如来，就是我就是佛，这个才是我，这个都不会生也不会灭的，这个才是我。你捌以为认识了没？有亲切无？足亲切咱身躯无去这个地所以那个谢谢你你看深信人生可以留下我们累劫累世的记忆老师是希望我们都能够了解，咱已经经过无数的缘会，对不？咱会记哩，咱缘会内底一生一世袂，拢袂记哩莫讲累劫累界的缘会咱讲这界就好。这一次的缘会到现在有生物都已经将近6万年。咱轮回几摆唔知连一摆嘛唔知已经唔拿啦。若讲安尼拢做好事咱一个缘会内底大概有1000摆的人做人有1000届。不过咱若做了歹咱甲想看觅，做精死一阵死他3个月就一生3个月都已经一世啦。咱做人咱以一家子60年来算，咱若出去做家一世人10年做家爱偌久？爱几届？几世人？都正嗲对无？迄都算袂了啦。个1000届迄60年，安尼是爱偌济？几摆的生死？生生死死这真是无了死咱拢唔知影咧知影无？拢唔知哪会唔知？都无研究无人讲自然都唔知拢唔知影。所以咱是苦受唔知。咧苦的时阵知影啦过去都袂记所以咱就是爱认真一世修一世就成，
会当做佛，做佛都唔免生死轮回，生个死个生，所以咱研究生理习惯是要爱了解，咱生呢为倒来，死去倒位啊？各位姐妹，咱死为倒来，拢唔知影呢，咱来想讲大概为大陆来啦，为福建啊，为泉州迄边来，咱爱知影，唔是为遐来，不是的，咱为无极无极，无极而来，为无到极点，无到极点，那无到极点以后就变有，咱就出现。即马有以后会个归空，个无去，无去去倒，唔知影，所以咱这个唔知影原来真久啊，有久无？真久即马研究就是要爱知影，知影讲我安那咧变化，知影讲我安那呢拢无变化。拢爱彻底了解，了解以后，咱就选一个真理想的目标，坚持，去做，完成，就法度恢复甲咧，咱的本来原来的所在，无极。即摆拢咧等啊，等啥？我一口气若无来，我就等下无极里边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不是要去哪里呀？不是要无极里天，要去哪里呀？你看，还佫无研究嘛，佫唔知影。所以我们要知道，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含藏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叫做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那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藏，我们都含藏万象万事，可是都不知道，变成我们现在含藏善恶种子，有无？有藏一寡善恶种子无？我们那个第八阿赖耶识啊，就是含藏识。那含藏所有善恶种子，它呢，这个一缘则花，遇到因缘了，它就发生。发生以后善的呢就是有福报了，恶的呢就是有那个不好的遭遇。都要自己本身去承受，所以我们要证悟到实相，证到实相以后，我们了解说凡尘的所有遭遇都是我们制造因的果报，接受果报，所以我们能够证悟实相呢，就了解说凡尘的福报有钱有地位。跟凡尘那个街民流浪汉生活都有问题，没差别。可是我们以现象来论差别很大，大不大？福报跟那个很坎坷的遭遇差别不大，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对非常大的差别产生很强烈的意识，那对不生不灭那个实相我们就忽略，完全都不管它，所以就形成我们会盲目追求现象。那一旦呢，我们入现象的追求，烦恼就跟着来，不管得不管失都让我们很这个伤脑筋伤不伤脑筋？
所以现象啊引起我们烦恼，现象啊引起我们所有作为，这样呢，人性的那个美与丑啊，人性的那个丑陋跟美丽啊，就在这一些我们认为的现象里面啊，就产生出来。那我们看到的啊，是好的多呢，还是坏的多？坏的多，那这个世界就很糟糕了。是好的多了，坏的都很少数了，大部分呢都是很善良，都是好的，我们秉性里面啊，大概啊都是善的种子啊比恶的多。那不好的是我以为之啊，我而才去做的，可是啊这个我而才去做的，那一些坏啊，就让我们会受不了。一旦呢堕入啊善恶道以后，要再恢复啊都很不容易。那恢复了以后的里面啊，因为有那一些不良记录，它又会呈现，那呈现的时候啊，又会拉我们往下沉沦。这往上提升都是理想。可是理想跟现实啊都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在完成的这个立志向就很重要，一定要坚强啊我们的意志，就是要朝善的方向去坚持，然后做了所有的善以后，又全部都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呢，大概啊，我们会保持啊，每一生每一世啊，都有人的资格，可以当人，可以生活一甲子，就是60年，所以在老一辈的讲当中，你的命假如说没有超过60年，超过60岁啊，叫做夭寿。要求我有没有？有。所以一定呢完成一生下来起码都要经过60年一甲子，这样才不枉复啊我们到凡尘来。那么在这60年之中啊，在凡尘就是要有所作为，对这个众生呢就是帮助。对众生有利益，就不要危害到众生。可是我们呢，因为要求自己能够享乐，有时候就不管别人受不受苦，所以或许那个朝代有一个片子叫做《看海的路子》，陆小芬主演的，各位有没有看过？他那个就是阐释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那个呢或者看了都很感动，就是用头脑好的头脑，那个吃那个笨的头脑，跳的摕去食啦，戆的做戏，以往那个就比较有那个主题，不像现在好像那个嬉闹嘻嘻哈哈什么内容的，他以前都会有像一阵子那个搭错车，所以有没有搭错车啊？那个搭错车就是从那个垃圾桶捡到一个孩子，把他抚养。那个主角还是孙越孙越就是捡到那个孩子。以前那个垃圾桶就是水泥盖的，有一个可以拉开。结果他呢在那个酒干汤卖无在收酒干伫粪扫档看到囡仔咧哭一个显贵讲安尼内底一个囡仔
拢甲无当去饲。等到养大以后啊，养到会赚钱，还没有用到他的钱哦，伊才趁钱要转来给因老爸用啊，哦，他的养父。结果哦，他钱拿回到家，他养父啊断气了，死掉了。所以以往那个真的都是比较有那个内涵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在凡尘啊，要及时的哦，你想孝顺也要及时。哦，等到你说做什么都好了再来做，有时候都来不及了。才有说呢，事欲尽而风不止，子欲养啊而亲不待。才有那个话。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很多事真的都是活在当下。那活在当下最重要就是要对自己的实相透彻了解，这样呢，你活在当下才有目标，才有依赖。我们依赖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才能够没有三心，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啊，我们现前的一个念头具备万万年。那假如说我们这个生活之中的那个心意识都很小，都有三心四相，那我们被三世摄受，一定六道，一定呢在凡尘受苦，没有出脱的那个日子。我呢不研究都不知道说念头竟然会这么厉害。我都在想你不害人啊，结果害得像，害到自己了啦，害到自己进入六道轮回，所以要学容不容易啊？不要有三心容不容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再回想，未来也不用策划。现在呢，你也不用把握，好像跟凡俗都不同了很多人会反对，未来没有策划，我怎么走啊？要先策划，因为策划赶不上变化了，变化比较快，那个策划是身体要用，佛性都不要用，所以佛性里面不要有过去，不要有未来。不要有现在，三世都没有，事就摄受不住，就不用六道轮回。那我们三世都有，三心都有，就一定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一定存在。这个就是分别心，有分别心就是有高低，有高低就是有生灭。有生灭了就变化常，要不要六道轮回就一定要进入六道轮回。那我们三心没了，四相也没了，所有分别心也都没了，所有要轮回的种子都消失了。不要呢，生在凡尘就不用了。那不生在凡尘会不会受苦啊？咱拢是落地凡尘生，才会受苦，对不？所以你不在凡尘不生就不用受苦，也没有烦恼，是不是已经回到佛的本位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对整个努力的方向，以及这个内容。都呢看类的能够了解，那了解以后我们怎么做呢？自己心中才有主张，对不对？按行了解真理真理一了解了以后，我们站在真理，站在那个永远都不变的真理上面，然后来应对凡尘
万变的万万象跟万事。那这些啊都是小事，都是凡尘事，都是尘垢，凡尘的污垢。我们不沾惹啊，佛性就清净，清净真不昧实相就呈现。那呈现我们实相生活就好像天堂，这样了解吗？所以这边呢，这个阿难在问释迦牟尼佛说我都没有努力啊，一下子啊突破此心啊，未敢认为啊本源心地，然后请佛说，这是啊那是我的本源心地，那不是外物。然后佛才讲说呢，外物啊，它都有一个本因，那都可以还。那我们的本源心地啊，那个实相不用还，没有地方可以还，没有人可以还，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咱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用还，再怎么久都不用还，千千万万年都不用还，而且它不但不用还，而且不生，因为不生，所以也不灭，都永远存在，可是都不认识。那我们啊，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了解了以后啊，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呢，还息还数在，讲遐紧都袂记的啦，顶礼拜才讲尔讲。如果我那甲你讲啊，你住较远啦，你若要转去赶紧住倒去。所以要了解那个了啊，就是彻底的知道真理，然后我们已经呢进入真理世界，已经都实现在生活之中，那个叫了。了即业障啊本来空，你透彻了解啊，已经到实相，到一真法界，到真如所以就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啊，哪有业障？业障的来源啊，就是从分别心产生。我们有分别心才会造业，造了业才要受苦。那既然都分别心没有，业不造，业障没有，所以啊，了即业障本来空，本来就空了。这样知道意思吗？那我们呢，未了，就是还没有了解到这个真理，未了，还息呢，还是还息还是在，还需要来还我们所造的那一些业障，所造的业，不管是好，不管是坏啊，都要还啦。好事的话有福报，坏事的话很坎坷啊，受罪啊，也要去还掉，所以未了啊，还需还数在，你了解意思不？要不要了啊？所以就是要努力朝真理的方向呢努力前进。真理只有一个，没有对待的，那我们从绝对的真理啊进入，就是我们佛性不生不灭的实相。这样对实相了解了吗？所以我们研究道德经，然后说气生灭所真常，真常就是实相，真不假，那形象都是假啦，哪会真？没有形象才会真啦，没有形象就是佛性本体。我们可以了解我们那个觉性那个觉有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我们觉没有形象那个就是最妙的妙法。我们的觉就是妙法，
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只要呢，时时刻刻呢，都保持觉，没有不觉的时候，不觉就是无明，无明才会起惑，起心动念迷惑，迷惑才会造业啦，所以我们一了解真理啊，迷惑就消失了，不会迷惑。所以或者都鼓励啊，有疑一定要问，疑才会消失，怀疑啊成不了佛德，所以有怀疑啊，我们就没有力道，修呢就不会踏实，所以不能怀疑，不管再小的疑问啊都要问，让那个怀疑消失，疑啊，就大问会得到大答复。小疑就小问，有得到小的答复，都要让怀疑消失，所以一定要问，不用怕人家笑啦。我们会不会怕人家笑啊？真的敢问就怕人家笑了他就是要了解真理，所以呢佛就讲说。这个种种差别啊，都会还以那个本因。那呢，我们能够见到呢种种不同的形象，那个见性啊是一，那个呢，不用还，不用还呢，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个实相。所以底下呢，那个佛就讲。则诸汝心本妙明净，我们的那个心这个地方的心就是真心，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则诸汝心，那个本它是连贯下来。假如说不简单说的话，应该是说本妙、本明。本净，你看有意思不？他把连起来就变成本妙明净，有无？有看出来不？不简单讲它就变成4个了，一个本妙，一个本明，一个本净，有无？看有无？有然后呢，本明净它是把那个本连贯下来，又不每个字前面加一个本，那意思它是本妙，本来很奥妙，佛性本体本来很奥妙。然后本明不是说我们这个洗了以后才光明的，它本来就很光明，净，清净也是一样。不用我们修持它就净净，所以本妙、本明、本净。汝智呢迷闷，佛跟阿难讲，你自己迷昧了，然后沉闷，就是头脑呢不清醒，汝智呢迷闷，丧本受轮，丧失根本，把我们那个本妙。本明本净丧失掉了，然后接受又到轮回，人溺在苦海，所以上本受轮。那么于生死中常被漂溺，在生死之中，我们呢，在凡尘这个落入现象，一出生了，然后就一定呢，慢慢走到死亡，生死。然后我们在生死之中呢，被这个6道轮回一直轮转不停，然后接受这个苦海的那个浮尘，漂溺就是浮尘，扑咧点咧，都是受苦啦。纵然非常有钱，非常有社会地位，一样是受苦了。接受天气的煎熬，天气热咱都要接受热；
天气冷啊，就要接受冷，对不对？假如说零下50几度啊，要不要接受？还要死翘翘嘛，爱忍受有没有？那个前不久那个报纸登，北欧国家零下50几度，已经很多人死掉了，有没有？那个日本也零下20几度啊，他们是拢爱去承受，那个下雪啊，把那个门都堵住了，要去铲雪，门开啊，人会湿湿的内底，所以要把雪啊那个铲开。我们倒不用做这个工作我们环境很理想，对不对？这个四季啊如春。可是我们生活在台湾，有没有感觉说我们很幸福？有啊，不埋怨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好就要更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环境一下来了，我们都是要接受煎熬所以呢我们可以离开所有的现象，回归呢到我们本位。到本位的时候就是那个觉，我们那个觉性都在，都了了分明。然后呢，我们觉性有一个安住的地方。各位先生，我们觉性安在哪里？无猜阮咧真拍拼安尼讲2年外，唔知影讲佛心要安住点倒？不是在无极里天吗？无极里天伫倒啊？就在当下啦，知道吗？咱当下的是无极里天我们都安住唔免来嘛免去无来啊无去啊，无代志，有代志无？拢无代志所以我们就知道无来啊无去，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以没有来也没有去，叫做常住不迁，不用搬家啦，唔免搬来搬去，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有体会无？我们佛性就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或者就讲我们听那个《金刚经》它最好的8个字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不取于相。虽然是到31分的时候才讲，是那个就是结经语《金刚经》的最好的8个字就是那8个字。有没有听出来？我拢无听还是有听的拢无听到遐，无了解到遐。有啦，有听没有到没有听到，有听没有到有听呢没有去研究所以那个不取于相如不动，就是在讲佛性本体，就是在讲实相，就是在讲一真法界，就是在讲真理那个最高程度的，我们追求的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已经当下现成不是讲咱在修才搞我们当下现在就已经如如不动，不取于相，知道吗？这些卖回较对啦，我想看卖。我想看卖讲是不是拄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要体会，文字是文字它的意思
不在文字表面，拢伫个文字的背面，文字的深层意思。所以看这点啦，不是看遐个文字，是咧看内底的意义，伊的真理伫倒位，他都会讲。那我们要深入了解，尤其或者不是时常讲吗？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有没有？那我们都会想如来的释迦牟尼佛，对啊，释迦牟尼佛都不跟世人在争嘛，世人都跟他争，甚至要用毒药把他害死了，我们都会想到那边去了，对不对？不知道说那个如来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我们自己呀，自己呀，佛性本体都不跟世间共争，那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世，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做间。那我们的佛性本体不跟时间不跟空间争，可是空间跟时间都跟佛性本体在争，这样懂我意思吗？你看迄个文理是不是都无同？所以我们看就是要看进入真理，不是要看文字表面的。文字表面的话，这个肉色这个求我以音声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我们又想到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也是在讲我们本体活性本体，不能用形象来看本体，不能用音声来求本体。你假如说用形象、用音声，已经错了，是人行邪道。邪就是不正你用不正的道来求佛性见不到的，见不到佛性。所以那个如来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是讲我们的佛性，是不是不一样？所以看经典就是要进入真理，不是看文字表面文字表面的话，有时候都错误了。体会错误的话，对我们帮助就很小。像那个我们在念心经我们都会错觉心经上底262年上简单，其实最深就是心经。开始关注在菩萨，所有解说都是观世音菩萨。那老千时常讲观世音菩萨跟你什么关系？你一直念他，一直念他，你就会成观世音菩萨。所以那个观自在菩萨是回光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我们佛性本体。所以他有10个自在各位有没有看？10个看看我们有几个，或许把它念出来。一个命自在，就是我们的寿命可以长可以短，可以自由自在。第二个心自在，我们的心自由自在，没有被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影响，自由自在。第三个财自在，这个最好的啦，没有钱都有钱啦，财自在。我们有没有爱谈家无所以不自在这个财自在还真的是不容易那个类似它都有布施，所以现在要用就有我们要了解到修道人都讲贫道贫都，有没有？很贫穷的道理，他本身没有钱，可是他要布施给众生他钱很多，从哪里来？从他的知识来，从他的认知来，他就会知道说这个地下就是有金仔盖，我们就不知道，
他就是知道。啊，伊要补习学出来的有啊，一角遮大角，即摆真贵了吼，学角都会晓袂记啊吼，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他为什么能够那样，就他历史都有收集啊，他要用啊，我都拢放伫倒，放伫大地啊，啊大地啊，你要就有，伫遐你学咧就有啊，伫你厝角内底啦，等于学看卖，内底有金仔角，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那个财啊自在。然后呢，业就是我们的身口意，那个业力业，它自由自在。可是我们假如说是业自在的话，拢转在造罪，对吧？是呢，我们佛性里面的自在，那个业自在，身口意啊，都是利益众生，自由自在。然后第五个圣洁自在。圣洁就是我们对戒，对这个戒呢，就是完全能够认可肯定，不能够怀疑，不能够犹豫不决。你犹豫不决跟怀疑，圣洁都没起来。圣洁啊，圣洁知道吗？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圣洁。圣洁就是你能够进入。是一个形象，是一个问题的核心，它的那个最殊胜在哪里？那个圣洁，了解不？圣洁自在，这个第五个，然后第六个呢，就是神通自在，这个导师喜欢呐，也当神通，神通自在，然后呢，第七个生自在。你若想讲我来出去做下小白兔，就可以去出生小白兔，那个出生自在啊。你要出去做啥，拢会当做啥，生自在。然后第八个，那个华自在，那个华自在就是法王，就是佛啦。法王指的菩萨。所以那个法自在，然后呢那个我们的智慧智慧自在，智慧各位智慧有没有自在？要用看到这个代志要安怎解决，你看到就会样那个叫做这个智慧自在。所以那个观自在我们有几个，大家最希望就是财自在那个命自在不自在倒是还无所谓你要等掉瓦地，财自在最好，要用钱就有钱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心经的观自在菩萨。是回光返照，我们自己佛性的全体大用，都能够让它发挥，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心经是最深的，不是很浅我们都以为很上浅，其实很上深，他把那个般若妙智慧般若很深的那个佛性出来的妙智慧用260个字来解说，各位有听过吗？心经，不是嘛在听不是嘛在背对不？才260个字可是对意思呢就没有很透彻了解没有说深入的了解它的含义所以我们能够那个念的时候不是底下有个行嘛各位是念行呢还是念恨？
先说吼，你来练行，表示讲你拢也袂咧做啦。练横哦，就是已经做了有功夫了。练行呢，还是练横？横身还是行身？所以有差别哦。然后呢，那个身啊，就是啊，功夫深，时间久，轻可是我们现在讲那个，不是讲心经，我们又回来讲这个生死中呢，常被飘。那么是故如来名可灵敏，这个如来很灵敏阿难叫可怜众生啦，拢安尼迷糊啊，拢唔知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真理呀要追求，我们才能够得到法财，那法财能够呢充满我们才能够呢脱离这个凡尘的苦海，还可以超越所有的尘垢。那么阿难言：我虽是此见性无还，因何得知是我真性？这个阿难呢，他就讲，我虽然认识这一个见性不用还，是我本身的东西不用还。那而得知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知道是我的真性，不是别人的，是我的。所以这个是十以十番显见的那个第6个显见不杂。然后学有特地把那10番显见全部都把它这个记载在一起。说第一个这个显见是心，第2个呢就是显见不动，如如不动。第3个呢就显见不昧。虽然我们身体有生灭我们的见性它不会消失不昧。第4个呢就显见不失，就是我们手臂不管指上面还是指下面虽然颠倒，可是它呢都不失掉。第5个显见无还，也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不要还。第6个呢就是显见不杂，不掺杂，它能够呢这个独一无二不跟别的来掺杂在一起，像那个杂货店东西卖东西很多。那么第7个显见无碍，没有障碍，不会被外面形象障碍。第8个呢显见不分，那个见不分别。第9个显见呢超情，会凡情。第10个显见离见。所以第10个就是最深的地方他呢自己本身都离了显见离见。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讲说：吾今问汝，汝今未得无漏清净。所以那个无漏到达无漏就已经就是成佛了。所以佛跟阿难讲说，你现在呢还没有得到无漏清净，然后成佛神力见你初禅，就是承受佛那个神力已经呢修到那个初禅的那个程度，那么得无障碍，初禅已经可以没有障碍了。而阿耨律见阎浮提如观呢掌中呢阿摩罗果。这个阿摩罗果印度有，我们台湾没有没有那一种水果。就是水果拿在手掌之中，那我们看得很清晰因为阿耨律
他没有眼睛已经失明了，这个没有看到外相，可是呢，他可以不用眼睛就看到那个手掌之中拿的水果。那么知菩萨呢等见百千界，这个菩萨他可以看见百千界。那么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主。十方如来他就可以所有的一切都能够看得清楚。那众生懂事众生所看的一个洞，里面非常小的范围，不够分寸超不过1分1寸，非常狭隘。所以这边或者特地把那个阿耨利的那个因果把它讲就在小的解说里面。那么显见五环之中当机一物跟我们的见性混杂。那么此分呢佛喻显物跟见不杂。东西是东西，见性见性，它呢不掺杂，不像杂货店一样都放在一起。故先列出如何是能见之性，如何是呢所见之物。所以能见是我们的见性，佛性本体。那所见就是外面的万象东西所见之物。然后呢就中见者叠来对能见的性所见的物来对改算自然呢见是见物是物见性就见性，然后东西就是东西，分明不杂，不会混淆掺杂在一起。那么只先列能见这个能见先把它列出来有声闻见、菩萨见、佛见、凡夫见所有看到的拢无同款故当机就是阿难，而告知也跟他讲说五经问汝今汝心未得四果无漏清净的慧眼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乃成佛的神力加披能见你初禅看到呢这个初禅的状态，得无遮障外，已经呢不会被遮住了障碍没有那个留碍都没有。而阿耨利因往昔以这个悲犯，这个怎么念？鼻还是悲？疲犯拜啦迄麦啦迄甲切要同款的拜因习以这个拜饭施供必之佛就是供养必之佛，所以受福不灭受到这个福报没有消灭。以91劫之中天上人间不受贫穷果报拢好呀，拢福报这个过去世过去劫中为农夫阿耨利较早91劫之前就是当农夫。那么眼种山田他的田在山上他呢就是很远的去种这个山田。那么无暇回家吃饭因为离得很远，离家很远佮等于吃饭过来安尼一天就要了去所以他都带饭带饭而食。那么山中有一个道人修行以证悟必知佛果，就是修12因缘那个缘觉修缘觉成就就是必知佛。那么7日下山化缘一次7天才下山去化去这个向人家要饭。
那么4年饥荒，就是收成不好，米粮也昂贵麦米很贵。一日下山木化，连化7家，竟无一家施供。所以以往那个修道他们都蛮有原则，7天才下山一次，一次只能够化7家，7家都不布施的话，就不能够再去化人了，所以都有原则，不能那个超越就犯规了，然后化7家都没有一家施供，空钵而回，就是他的那个剩饭的钵空钵，然后回来了。那么该农夫见到就问大师今日岂时得火？你有没有化缘化到饭啊？他就回答说无人布施没有人布施，他就没有这个化到缘。那么农夫闻言心中就动念，此大师7日化一次，每次化7家，无论多少下期再化，下一个7天再下木化，那么布施供养。那么必之佛这个下期再化以后经空钵而回，岂不是要饿7日，自愧无可供养，难以所带得那个拜饭一包布施供养那个拜饭我们就是了解现在种田它很像那个五谷的样子啦，可是那个不能吃。以前那个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们也吃所以就了解到这个环境还会造就人。那么必之佛皆而受之乃为作愿曰：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或必得安乐。然后厌毕而去，十分感激。那个必之佛就感激这个农夫。那么后来农夫持刀割草，草中跳出一兔，有一个兔子跳出来，那么其色纯黄，跳至农夫背上伏而不动。那农夫惊怪，急奔回家，唤其妻捉之，叫某讲紧，我较只平迄只土给拿起来，乃一金兔啦，那个兔子是金，就全部都是金块。那么自此无贫，就没有贫穷了。91节的受福不昧，这个此过去的因缘他以前的因缘所以福报很大，91节都没有过贫穷的那个日子。所以也都讲说我们这个布施很重要，因为我们到凡尘来偷袭背里面我们大概累世之间种了多少福我们那个出生的那个年月日时，把它算起来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你这一生之中可以有多少钱用，过得会如何，就可以算得出来。还有白榴莲老一辈的都会知道了，我们年轻辈的比较少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你若去白榴莲，你会活到几岁，你有多少的福禄，都会列出来，都会怎样。那我们假如说在我们那个还生的一个
伫个环境，还搁咧活的迄个期间，我们每一年呢，大部分啊都有那个拜道，各位有没有拜道？那个拜道就是啊，那个告示那个管世间的那个葫芦，就是我们有多少钱呢？都是那个北斗七星在管。那他呢会把我们的葫芦啊送来，拜道就是咧拜讲，你唔通甲我的袂记哩嘿，都爱送来，都是那样的。我那边爱其用，钱来钱来安尼啦。我们现在大概很多都不知道这个意思了，所以有的连道嘛不爱去拜，那我们要了解到，假如啊，北斗七星啊，已经把我们的葫芦送来，可是我们把它布施，布施自己没有用啊，有没有用？拿给别人用了，对不对？自己没有用，所以没有用的时候啊，那个北斗七星啊，他又要送过来，他又把我们的葫芦，因为我们在凡尘这一生要用多少，已经有固定了，前世都已经到了，所以他要送过来，送过来以后，我们又把它布施，这个北斗七星他又要赶快又送过来，这样了解意思吗？你布施多少就要送多少过来，安尼好啊无？因为你还没用到啊，所以他又送过来，真无用你若一星期拍24个竿，北斗七星就用的，伊拢唔免点送来送去，拢唔免。可是我们一直布施的话，他就一直送，送到自己本身用，才算。大家了解意思吗？所以布施的时候啊，不用害怕。我红用我都不通啊用啊，不会啦。你会越布施呢，就会越多。舍得，你能舍啊，就能得。所以这个是啊，阿耨利的那个只有那个拜饭就可以得到91劫免掉贫穷。先世啊是佛的堂弟的过去世的一年就是农夫。那么因为听法的时候常好睡眠，这个佛一开始讲课了，他开始睡觉了。这个下课精神就来了，那么被佛喝啊，就是被佛骂，说豆何为睡？螺丝棒格类，一睡就1000年了，不闻佛名字，那个算是讲得蛮严重，所以那个阿耨利呢，睡生啊，惭愧。花大精进，然后7天不寐，就是7天不睡了。所以我们眼睛以睡为食，咱目睭若刻都是目睭咧食饭啦，咧补充营养，所以闭目叫养神，那咧困就是咧眼睛恢复它的功能作用，所以7天不睡的话。就会失眠，所以各位要了解你要甲试看卖，好，我7天卖困，就切咩啊啦，迄袂使试看卖，除非讲你唔免目睭有看，像那个阿耨利一样，唔免目睭有看。那么佛明而教之啊，所以乐见照明金刚三昧，不该讲。讲唔免目睭一当看完这个万象万事，遂得半头天眼而正圆通。然后自己就细数我不因缘关键十方，我无因为目睭来看就是唔免目睭就有快
精深动然，如观呢掌果。看了十方啊，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能够精深动然，看得非常详细啊，好像呢看我手中的拿的水果一样。那么看见世界如看手掌中拿的水果，那么清楚明白，这个呢就是阿耨利的因果。那么生物见啊，必知佛见，这个啊也都有讲出来。那么接着呢就说呢菩萨呢看见了百千界，菩萨呢有分十地，初地呢看这个百界，二界已经到看了这个千界，乃至十地见无量世界，看到呢无量的世界。那么十方如来见无限，耶见就没有限量，故耶穷尽微尘，比喻其多不可数，多到没有办法算。那么国土皆称清净者，佛言等观，就是佛他呢平等来观看观见，见慧同见，看到有慧甲清气的，伫佛的眼光看起来无分别，拢同款。那么无所不沾，即佛佛见周圆，他看得周匝圆满，众生动事不够分寸。我们众生看得很小，好像一个小洞一样，一分一寸。为众生洞明之见不够分寸，儿子迄纸一分尔，纸甲你看在目睭前，你都无看所以那个不超过一分。那么隔板不超过一寸，所以不够分寸，超不过一分，超不过一寸，就是讲我们众生看得太近了啦，近不近？很近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经文的含义。但且无遗如观世天王所住的宫殿，中间呢遍然水陆空行，虽有分明种种形象，无非呢前尘分别留爱。所以佛跟阿难讲说，我现在跟你来看那个四天王天呢，他所住的宫殿。因为四天王天住在西密山的半腰，忉利天在西密山的山顶，所以那个依地而住。然后呢再上去夜摩天才依空而住。然后再上去多帅天。我们弥勒祖师还没有掌天盘的时候就在多帅天。再上去就是这个乐变化天。再上去那个他化变化天。那摩须所就住在最高异界第六天的那个他化自在天里面。所以我们都是在魔王波旬的管辖之下，很容易着魔啦。因为那个波旬很希望我们世间的众生都当他的魔子魔孙，所以不希望我们修道了。我们修道就是要把这个魔功打破，所以他会来阻挡。你越发心修道呢，他越会阻挡。可是呢，他阻挡就是要成就你，要给你结给你兴奋啦。所以要了解到。然后我们你像现在年轻小伙子念书都很喜欢上网，晚上不睡觉，有没有着魔那个就是被波旬那个魔王管辖了。你一定拢我的魔兄魔孙有没有？
不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说，不要被他管辖，不要当魔子魔孙，不要着魔。我们有没有着魔啊？你热衷啊，假如说一直去买那个，现在上看9亿，那个一样着魔，有没有？那么3看9万就好了，所以我们只要呢，这个超出环境的着迷，那个都叫着魔，都在魔网的那个范围里面，所以要清醒，要觉，我们觉了以后就脱离，就不被呢那个魔网波旬管辖。所以释天王呢，他们住在须弥山的半腰，所以他们的宫殿在须弥山的半腰。那么这个中间就是光那个四大天王所住的宫殿的中间，能够普遍的看游览，看到水陆空行。水中行的、陆中行的、空中行的，水里面有鱼虾，陆行有动物人，空行有那一些鸟，所以水陆空行。那么虽有分明种种形象，有时候呢看不清楚，有时候看得很详细，种种形象不一样。那么无非前尘，前尘就是显现在眼前完成的景象，叫做前尘，分别留爱。因为前尘它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叫分别。这个山是山，树是树，石头是石头，那个都叫分别。那备置一些留爱，留下一些障碍。那么如应于此分别自他。跟二讲说，你要再知一些显现在眼前完成的一些景象，你都要能够分别的出来，是你自己的见性呢，还是他外面的那一些景象，你就是要能够分别明白。那还剩下不到20分钟了，各位提问，有疑就要必问，有没有问题啊？是美国这边还没有问完。还没有问完啦。好，再说。为什么说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精神会很好？因为他平常可能精神都外放了。现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他等于是已经回光返照，把外放的精神都收回来，所以会觉得精神很好，那个是正常的现象。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它有那个程度上的不同。假如说我们是要认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整个轮廓，那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能够了了分明。这个了了分明就是已经知道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状态。所以那个状态你是要认识佛性的轮廓，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那假如说你要进入这个真心，进入大悲心，你就一定那个了了分明也要放下。不管在看到什么样的景象，知道什么样的情形，也都一样要放下，才能够进入身心，才能够进入大悲心。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不要怀疑说那都不好，绝对有好。我们粗浅的有粗浅的功夫在，也有它的功效在，然后深的有深的那个意义在，绝对都有效的。好，请说。空中的花看到的大虫或细菌是如何产生的？和眼底血管无关吗？空中的花
不是理想就讲空中花。哦，那个空中的花，那个是空中本来就不会生花了，是我们眼睛有问题呀、就是目灰了。那我们假如说要看到空中的花，这个凭空而生。假如说我们要看，那或许就讲，我们可以先蹲下来，蹲在地上蹲个5分钟，然后你就突然站起来，然后向空中看，你就可以看到空中有东西啦。可是不一定是看到花了，有时会看到很大的细菌，它在空中钻来钻去，每一个人看到的景象不会一样，这都是我们的错觉，不是真的啦，可是我们要了解佛会借着这一种原理来讲，说本来就山河大地我们清眼就看到清明空，清明眼就是佛菩萨，清明空就是真理，那我们清明眼就可以看到清明空。可是我们一眼见空华，一眼就是眼睛有病见空华看到空中有花佛就利用这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都是一眼见空华，表示说山河大地它都不是实相存在实在的形象存在，它是变化无常，能够沧海桑田桑田沧海变化无常。要我们了解，所有的相都是假的，不真。所以借着一眼见空华来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空中花。那空中没有花，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讲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一些凡尘的万象都是假不真，所以他有讲结暗为色，集结结合在一起。那暗象，我们把暗象结合，然后来看整个空间，它就变成四大所有风土，就有形象呈现。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吗？你可以看到鬼欧巴克那怎么来的？就是结暗为色累积那个暗象，然后我们瞪目挖牢，就是眼睛不眨眼，然后你朝着暗象一直看，那个形象它就会呈现。你的脑筋想什么形象，它就变什么形象。所以你把所有恐怖的形象都连在一起，它就呈现给你看，就真的会呈现给你看。那个叫结暗为色，本来没有，可是你看到以后，你会固执，有我看到。所以佛就借着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凡人的生活为什么叫可怜悯？就是把假象当真。那凡尘所有都假的，幻象、假象、虚象，实相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可以称为实相。才是真法界，才是真空妙有，才是我们要追求。那所有的万象变化无常，一定不要住相，住相自己找麻烦一定有果报。那果报呈现的时候都不很理想，因为不是清明眼看到的清明空，了解吗？
又是有一点层次，会提升到我们的真理世界。还有吗？求道人已归空，为求道的祖先可以一朵白莲花去听经，不必受刑。时间到了，还是得去投胎轮回，是吗？倘若此修道人修正成大仙菩萨，祖先不是也沾光有果位吗？他们去轮回了，怎么处理？假如说这个还没有求道之前，那这个自己的亲属长辈他已经转世了，那属于他的个人因缘啦。然后假如说能够沾到这个后代祖孙那一种修道、得道、成道那一种光芒，那个也都要有因缘，要具备一些善的那些因缘记住以后才会一感。然后我们要了解说自己修的是最实际的，那沾光的那毕竟还要有外缘外力来帮助。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最近或许看我们侯老师一直在推广心理心法，他就讲说点的是点到他只有说万八得超然10800年以后所有的因果我们还要自己承担，都明白的这样讲。所以老师都一直讲，这个就是沾到上天大开普度的那个恩惠所得到的。可是已经很殊胜的啦，很不错的。然后我们要了解说，以往你要能够得到，能够受记那个是要经过很努力的阶段，而且要所有的本身的那一些业障都全部去除，自己不正确的观念要全部修正，不对的行为要改过，那才可以真正的成道成佛。比起现在就困难很多了。然后我们现在能够沾到上天大开普度这一种恩典，然后又有多的同修者互相勉励，这个都很难得的殊胜因缘。然后我们就是要好好能够把握来修持。还有吗？佛性和灵性不一样是吗？有什么差别？佛性跟什么？灵性。灵性我们要知道灵性就佛性它是一体的。它因为佛性很灵功能作用很多，所以我们呢会用灵性来讲，让我们了解说本身的那个功能作用它就具备了非常多，不要去排斥它，因为我们凡尘的那个参禅打坐都要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就整个否定去掉，那个是不正确的。我们要了解说佛性的功能作用是奥妙的所在，那我们只要能够了解分明，知道不把它当成本体，这样就可以。人人都在喊2012年世界末日，可是发现不是有10800年吗？对于着急的人来讲，现是世界末日，不是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因为上天降道来拯救这个善男信女，然后降那个灾难来惩罚这些为恶的众生。那呢，跟我们讲一些灾难的降临是要我们能够把握时间，赶快这个好好修持，因为这个灾难没有眼睛一到的时候假如说我们是同住一栋大楼，那整个大楼都陷到地底下去了，
那一定啊是个一时俱焚，全部啊都消灭了。啊，你不能够保证说你一定有法度发出来。那我们在修持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假如说我们都不住相，可以到达那个不趋于相如如不动，那么对这个现象的一些灾难，我们都不在意啊。为什么？因为毕竟啊是水有风土，那我们佛性啊没有形象，那没有形象的佛性啊，自己都修正到可以自己主宰。这个时候啊，水有风土啊，它遭遇什么样的大灾劫啊，都跟佛性无关，我们都能够安然无恙。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把佛性呢，能够呢修到跟整个虚空融会，没有真空妙有啊，那我们非常注重身体，因为身体的所有一些现象，它会把我们推到呢另外一个现象去接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接受灾难。所以接受灾难啊，就是一定要训练自己啊，这个佛性能够自己主宰，脱根脱尘，离身离见。既然都根尘都脱离，尘境也脱离，那灾难对我们来说还那么重要吗？就不重要了，因为啊，这一些都是天地的物质。我们所看的万象也都是水有风土，天地的这个万象万事啊，都是水有风土。那既然都是水有风土，水有风土没有直觉性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注重身体，不注重佛性，所以佛性呢没有主宰的力道。那既然都没有主宰的力道，我们会被身体的现象推到现象来现象。还有吗？还有分钟。好，请说。讲师好，或许想请问一下我们那个三山坡里面说，是老母造下血酒，然后我们才能让人间看，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下来。但是刘讲师的想法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沾染了贪嗔痴而来到这个人世。那大家都是修正了为天的现修不到，都可以成金龙化彩供，那他们为什么又会沾染贪嗔痴？所以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修的那个实质的那个内涵。我们当然修到最重要就是要去掉贪嗔痴。可是我们去掉贪嗔痴，各位浅显，有的只是一个表面去掉了，心里面实质的都还很贪嗔痴。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真正的实际到达没有贪嗔痴的那个现象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真正的实际要去做，然后呢才会了解。真的不贪不嗔不痴要到呢你遇到非常紧急困难很不容易处理的时候那个内心的世界才会呈现。那我们可以说很难去掉贪嗔痴。大家喜不喜欢佛法？贪不贪？贪不贪佛法？所以嘛，我们要了解到说，你真的不贪，那个不一样的世界。那我们说我要朝着善的方向去走，贪不贪？做不到呢，嗔不嗔？想不想？具备了，贪嗔痴都具备。我们说我努力的去掉贪嗔痴，
那只是方向目标了。那你要真正做到，那个真的是要下死功夫了。哦，那个都不是说假话可以到达的。你真正的没有贪嗔痴了，就是连毒药都可以吃进去啊。加的都没要紧，为什么？因为贪嗔痴最毒啊。那我们全部没有了哦，就不怕人家害。在你的身体，所有风土就产生不了作用。它产生作用啊，就是在心。那我们心贪嗔痴在，你吃毒药进去啊，它发挥作用，绝对把你毒死。是不是不一样？有没有信心可以做到？哦，迄摕来嘴里要吃，你才唔敢。下个，多谢三老天师德老天界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获选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第几页？37页啊。哦，这个显见不杂。哦，讲到众生动事不够分寸这边嘛。啊？再换过来啊。哦，分别是它。哦，37页、38页的左边，哦，37页的翻过来，分别是它。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阿难讲说呢，跟这个阿难观释天王呢，那个所住的宫殿。这个释天王呢，他居住在须弥山的半腰。哦，那个忉利天啊，那个是第四，哦，皇帝的帝啊，解释的是第四天的那个须弥山的山顶。哦，这个都是依地啊，哦而住，是属于啊6亿天里面的哦那个2个天，最低啊释天王天，哦，然后再上去呀忉利天。忉利天呢，我们看那个布袋戏呀，哦，在讲说33天啊，天外天，那也就是忉利天了。因为东西南北哦各8天，哦，然后呢中间啊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啊，解释的是天地，然后再上去啊就是依空而住，哦，那个夜摩天。再上去呢，就是我们老子时还没有长这个天盘的时候啊，那个多帅天。那再上去呢，就是那边的话天。那最高呢，他化呢自在天。那摩西所罗天啊，都是司仪啊，他化自在天所管辖。那摩西所罗天呢，就是那个魔王波旬所住的宫殿。所以我们在欲界大部分都属于这个魔王在管辖。那只要我们这个发心修道，就把这个魔宫呢打破了。就是因为凡尘的万象都是假的，那我们众生呢都把它当成真了，所以就变成这个摩西所罗在管辖我们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那只要我们热衷来门，我们呢都是叫着魔，今天在魔的管制之下，所以要保持头脑都要很清醒，才会呢脱离这个魔王的管辖。各位有没有着魔啊？怎么知道没有呢？
我们假如说这个心中或是我们的那个行为取向都有某一些这个嗜好，那偏离世间的常情，那个都叫着魔。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个晚上都不睡觉，然后呢都迷着上网，有没有着魔啊？着魔很厉害那我们这个长辈都会说，跟你讲拢讲袂听，叫你去困拢不困，有没有？很伤脑筋那要怎么办？顺他的依然爱看就会看，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很容易对某一件事情就是会很投入。那投入以后，假如说已经不符合常情了，那个都叫着魔，所以要保持我们那个觉性，要清醒。要清醒的时候我们假如说有所偏了，马上自己就会去导正，一导正了就正常了，就脱离魔的管辖。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本具备浩然正气，这个风塞天地之间那个浩然正气，我们都有，只怕我们会贪小便宜把浩然正气用光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要有那种非分之想，那一种贪小便宜。那个会害自己的，正气消失邪气就上升，邪气上升所作所为都是业，都是不正，然后呢就要受苦连连，在苦海之中呢沉溺。然后我们保持清醒，时刻刻都觉，然后觉能够发挥到24个小时。这样呢，到后面就加一个字叫者，觉者。那觉者就是佛啦，我们不觉就会造业，那不觉就是无明啦。我们有没有无明啊？不但有，还很强烈。我们的无明会不知不觉会上来。那我们时常会遇到就是无明火，看到这个不合理的现象，然后我们无明火就来了，都不知不觉，然后就会发脾气，所以纠则改也，改毛病去脾气，我们希望不能有脾气毛病最大的障碍就是脾气毛病。所以要把它去掉，脾气毛病没有了，秉性我们有道，习性没有，秉性知道，然后佛性常住。那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全部呢都让它回到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的生活就已经呢这个好像在天堂一样，所以这边。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像，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跟凡尘的万象，它是会昏明，没有含混的那个地方所以就用能够看得见的那个诸天王的宫殿以及那个中间所能够看到。遍就是普遍，然呢就是呢观光，能够看到水陆空行，水中的那一些动物，陆行的空中飞的这一些呢都能够呢了解。那么虽然有这个昏暗种种形象，有光明黑暗，那个形象都不一样。显现呢在我们眼前，然后我们呢都去分别这个鸟是鸟，鱼是鱼，人是人，
都能够分别的出来，不会有留下障碍。然后佛要让人说如应于此啊，能够分别出它，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了。了了分明是我们佛性呢，还是外面万象？这个叫分别出它。那么底下的那个小的字啊，以往呢我们都不解说了，因为楞严经的后面啊，越来越讲就越深，那不太了解的部分啊，我们连小的字也把它解说，因为很多人都说蛮深的啦，深不深？我们在嘴巴在说深，就表示对他的了解还不够。假如说不会，他很白话，难得已经拢彻底了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说？袂迄拢真清楚啊，真了解啊。大概要多久？不知道。每个人努力的程度啊都不同。只要我们很努力的去追求呢，答案很快都会实现。那假如说我们有啊好无啊好，就要很久了，很久都不会呢透彻的了解。那不透彻的了解呢，我们那个行为啊就不容易朝着真理方向去进行。那这样呢就会蹉跎岁月，一生很短，对不对？一转眼就过了，很快的。所以我们都是要及时啊，要把握当下，能够呢做的马上做，能够实现马上实现，这样修起来就这个路啊千里，走了千里远。那么独曰当机，当机就是阿难限量走亲见之境。这个限量啊，就是不经过思索，马上呈现在眼前，那个叫限量。那我们凡尘啊，就有三个，一个限量，一个比量，一个呢圣言量。那我们所接受大部分都比量啊，比量的比较多，就是看见很远的地方，有那个袅袅的白烟起来，就知道遐有人咧香会，那个叫比量。那听到汽车声音有人，虽然没有看到人，可是一定有人在开车，才会有汽车的声音，所以那个叫比量。那限量啊都不经过思索，当下现证，让我们知道的叫限量。那么割下呢圣凡之见，把这圣凡的见解把它割下来，姑且勿论，不要讨论它，也就呢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观释天王所住的宫殿，在西密山的山腰。那么东西南北四天东西南北，东方呢持国天王，南方呢掌天王，西方呢广目天王，北方呢多闻天王。那么中间偏南能够普遍看见水陆空行，全部都能够呈现，以及山河大地应成的境界，诸凡尘所显现境界。虽有昏暗呢明朗种种形象差别都不一样，那么无非眼前凡尘的景象所分别之见，种种自留隔碍，都是为让我们有那个自留隔碍。那么佛要阿难如应于此，能见之性以所见之物分别清楚，不能含糊。就是能见的佛性以及所见的万物，都要能够呢分出它的不同所在。那么阿难即汝见言跟阿难讲说，就是一直极，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极点，
你的见眼见的根源。那么从日月宫，事物回炉，看到呢，那个天那个天堂，天宫，月亮，那个呢就是东西呀，不是你的那个佛性。那么一直到七金山，周遍地观呐，因为那个须弥山的周围啊，都是七山八海这样围绕着。那我呢叫他呢详细的观察。那么虽种种光异物辉如，虽然有很多发挥出来光芒，但是呢它都是物，都是东西啦，不是你，所以要让它能够很清楚明白的去体会。那么渐渐更观云腾鸟飞要呢一直看，云在天空就是在慢慢的这个移转，然后鸟在飞，风动晨起，有那个起风，然后呢凡尘的那个灰尘起来，四目有四有目，山川草芥以及人畜全部那个血就是全部都是物不是你这个佛性。而那知尽眼知有物性，所有尽跟眼的那一些物性虽互差殊，虽然他们呢都不一样，那么同汝见经清净所熟可是这一些呢这么多的万物你都能够从你的那个所见的那个知觉性里面能够知道，能够清净所足就是看看出来什么是什么呢你都非常清晰知道，那一些都是物那个不是你的佛性。所以物跟见东西是东西，见性是见性完全都不掺杂，不像杂货店混合在一起把所有要卖的东西都摆在一起。那么知则知物类是有差别，所有的物类东西，所有的东西它自然有差别，都不一样我们这个在外面看到的所有那些东西它都不一样。然后呢见性无殊，我们能够看见的那个佛性不管它多差别，我们都知道见性没有不一样万物不一样，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看到的万物都不同，可是呢我们能看万物的见性只有一个所以只有一个可以看见千差万别所以我们讲说从无极那个时候一本善万书，一本就是我们见性，书呢就是万象，一本善万书，有没有？所以我们那个见性看什么知道什么都很分明都清楚了解。那么此经妙名整汝见性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所有那个物类形象那个此经妙名，妙就是不变之体名就是随缘之用佛性的不变之体叫妙，佛性的随缘之用叫名然后这个不变它能够随缘那个本体佛性本体不变，可随缘，然后随缘又能够回到不变所以极而常照照常极或者都有时候会时常的念到这一些经文时常出现的文字不变之体曰极那这边把它写成妙极跟妙是一样的就是佛性本体。然后明跟照也都是一样，一到了就明，很光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随缘之用就叫明它能够呢让我们了了分明，
所以了了分明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我们要知道，功能作用不是本体，本体呀，就是那个妙，本体呢就是极。那讲到明，讲到照啊，那个是用，有体呀，有用，有体有用，这样才能够圆满，不能说有体无用，有用无体，那都不行啦，要有用有体，这样呢就能够呢，能够圆满。所以我们了解说，极而常照啊，照而常极，极照同时啊，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样有没有了解一点的啊？就是极跟照啊，同时佛性本体呢，跟佛性的功能作用啊，它同时具备，同时存在，而且同时呈现，所以极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不是那个生下来那个面孔本来面目啦。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呢，这个极照同时。那么底下呢是极汝见缘啊，就是说尽汝见性的能力，从最上呢，那个太阳，这个日月宫，一直呢到七金山呢周遍啊地观，所以有种种的光明，也是啊，东西不是啊你的见性，那么渐渐呢更观。自高而卑，位高而下，自近而远，乃见呢云之腾鸟飞，风之动啊，尘之起。那么此皆呢空中所有，以至地上呢，是木山川、草菜啊、人畜，亦全是物啊，非汝之见性，全部拢是物，而那。是如所见啊，若近若远，若高若低啊，若大若小，所有的物性啊，虽复种种状态差别，这个殊异列在前，同是你之见经啊，要清净啊，不及分别，言照言明照了属以见，就是属于啊我们的见性。则之物类呢，自有千差万别，都不一样，这个千差万别。而汝见性呢，毕竟啊无殊，我们能见的性啊，只有一个，它没有不一样地方。那么即此见经，我们那个见性啊，精明之体啊，本妙本明，本来就很奥妙，不变之体，本明本来很光明，不用呢。我们加进什么，它就很光明，那个呢就是随缘之用。那么以物啊不杂，所以叫妙。那么片见之物故名，我们能够普遍的看见了所有的东西，所以啊很明朗。那么即此妙明之心啊，成汝自己的见性，物啊跟见啊分明。那佛就跟阿难讲。云何以诸物之中而不能呢见者也？在所有的那些物体不能啊，了解到自己的见性呢？不能把它选择出来。那么底下呢就讲一些这个另外的角度了。说若见是物啊，假如说我们见性啊是东西的话，我们呢时常用啊。各位先生，见是什么？看到的了我们看到就是见。那我在这里讲说，假如说我们那个能够看见的见啊，是东西的话，则如亦可啊，见汝之见。安尼你嘛会使看到我的见性啊。我们有办法看到别人的见性吗？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见性啊，无形无相。没有形象，所以这边呢，佛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假如说见性是东西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见性，若同见者名为见汝。假如说你在看一个东西，我也在看那个东西，这个叫做同见。那么同见你把它称为就是看到我的见性。
然后啊，我眼睛把它闭起来，五不见时，就是眼睛把它闭起来，不看见了。那么何不见五不见之处？我把手拿开开，我把手放下，所以了解嘛？假如说别人的眼睛闭起来，我们知道他在看什么吗？不知道，对不对？其实看到黑暗暗嘛，把手拿开开，是不是看到黑暗嘛？就是见到全部都是黑暗了。所以这个是佛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呢那个见性它没有形象，肉即不见，它这两边都讲，是见呢还是不见呢？都不对啦，自然非比啊，不见之相，是讲咱无爱看迄个形象，所以见不见呢，两边都不合真理。若不见呢，无不见之地啊，自然非物啊，因何非如？你无法度看到迄个见性的本体、见性的形象，安尼呢，你会当看到万物，会当看到万物，迄个自然就是你的见性。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明心见性，那个见的性，因为它是没有形象的，跟我们那个科学家他要有实物证据啊，才会相信啊，是完全不同，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这个很爱一个人，或是很讨厌一个人，各位浅显，那个很爱跟很讨厌看得见吗？看不见哦，你爱啊是你讨厌拢无看不见的啦，假如说看不见就不算的话，那个爱跟讨厌啊，怎么呈现？很奥妙所以我们有时候都没有深入去研究，到底佛性呢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发挥出来啊，有什么功能作用？那我们呢，直接就在发挥出来的那个内容上面啊，用心，没有那个寻到根源，没有找到根源。为什么它能够看见？为什么能够了了分明？万象万事。各位浅显，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万象万事？就是因为有佛在，对不对？佛性无形无相，对不对？因为就是无形无相，它不会生，也不会灭。那有形有相啊，就会变化。那变化就无常，它不是只有变化样子，就一直连续一直变。那我们呢，很容易住相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所产生，身体产生的，因为身体就是形象，那对形象啊，物与物之间啊，互相会吸引，然后我们也会讲说物以类聚啊，有没有？假如说是同见啊，你的见解跟我的见解一样，容不容易产生爱？各位没研究过。你讲出来的意见，跟我的心内都想的，拢会同款，很容易产生那爱苗。那你讲的跟我想的完全都相反，会产生什么？很讨厌，对不对？看到你就讨厌，你想跟我无同，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发挥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啊，我们很在意。可是那个能发挥的佛性本体啊，我们都忽略，都没有注意。那所以佛要我们能够深入啊其中，发现到那个能够做主宰的那个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能够发现佛性本体以后，所有的我们行为思想。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不对？所以才说命运啊，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就是能够发现佛性本体。那假如说我们都自动现象，那就会被现象拉着跑啊。现象好我们就一直追求；现象不好我们排斥，就很讨厌，就不接近了。
这样就两极化，喜欢讨厌很强烈，然后我们做的行为那个取舍的心就很强。那做好了得福报，做不对得到坎坷的报，就这样自然形成。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尽量能够找到我们的根源，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能够找到点，我们掌握自己的思想，思想一掌握了，我们就可以掌握行为，对不对？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讲过说小心你的思想，有没有？它不久就会变成你的行为。然后呢，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真理融入思想以后所作所为都是从真理而生发。所以就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苦，就解脱了。人生苦海就不用去沉溺，就可以上岸的啦。所以回头是岸。以往或者到寺庙看回头是岸，以为说那个欠那个流氓，流氓都要欠他们回头是岸。原来是跟我们众生所有众生讲。回头就是基本收回来，回光返照，然后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我们众生都不肯回头，所以老师特别写墨宝，要我们放下，有没有？那个要我们这边同一公要，那个放下，表背出来放在家里，进去就看到放下。一回到家里就放下，逍遥自在了。之所以烦恼就是放不下。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那个以往的生活习惯有一些既得利益，所以放不下。放得没去所以就放不下，就烦恼。这个在床上就辗转难眠，困不去所以放下真好困。要睡觉之前告诉自己放下，差不多放下就可以对不对？明天起来精神很好，也没有胡思乱想。所以或者以前做过试验，睡觉之前一直想，就是不睡，一直想，胡思乱想。明天早上起来那个头很痛，哔哔叭叭然后呢，隔段时间以后完全什么都不想，放下，睡觉了。明天起床很清爽。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就是要放下了。放下才能够逍遥。所以呢昨天在底部或者就讲说，假如有一个人拿一颗蛋给我们拿在手上，我们要怎么处理一粒卵无代无志摕来给咱伫手的负担对不？不是拢甲摕咧，做负担的对不？我们怎么处理这放下这既得利益不肯放舍。这粒钱真的来吃，真好吃。所以要用丢的啦。丢了以后怎么样？丢了，看破，看伊破去对不？所以我们那个既得利益真的要丢看破。快破袂，迄粒都不是铁的，讲那也不会破，一定破所以你一丢了它就破了，你就看破。
哦，虽然迄能有价值啦，毋过哦，你看破更较价值。哦，烦恼拢无去啊，破去啊，破去。哦，破了。我们就是不肯哦，提了对不？要提回来煎啦。所以哦，在凡尘呢，这个有得呢就有失啦。然后呢，我们就是把那个可以放下的、可以丢掉的呢，全部都把它抛弃了，不要了。然后呢，心保持清净。那清净的心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这个最好的代价，上好的啦，那个比一颗蛋绝对价值，会超过那个价值，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就要学会能够放下，所以这边呢都已经呢把那个物懂得见这个分别的很详细很清楚所以这个佛就讲那个物跟见讲清楚了以后那就问呢阿难这个见性它是常住不迁，分秒不离那么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那个见理如来。那么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意思呢就是说没有能见所见这个分秒不离即是在佛性本体如不动中。这个倒是以前我们都时常提起说我们要见如来就是呢要无所见。无所见呢它前面就是有一个能，没有能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所，自然就合成一体。那合成一体的本身就是如来所以没有了若无所见，没有能见所见也就是已经见到一体。那见到一体就是如来。所以我们这个眼前当下眼前的当下我们都无所见，对不对？我们看这个空间都没有都无所见没有能的我相，也没有所见的法相能所都没有了就是一体。这个时候就见到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没有了解是有一点悬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就是已经进入真空妙有。那真空就是空中不空，空中有佛性在那妙有就是有没有形象那有没有形象我们都可以自己深切的体会。佛性确实是有，可是没有形象，拿不出来就这么切实的存在所以真空妙有了我们已经把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呈现。是不是见到如来了？不是释迦牟尼佛了，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见到了。那若有所见有所见就有能见，有能所就是生灭。那有生灭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变化无常，有生灭变化无常。那变化无常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吗？《金刚经》最好的8个字，还记得吗？哪8个字？不错能够记得下来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个互为因果啦。因为你能够如如不动才不取相，能够不取相才能够如如不动
所以我们佛性本体啊，就是这个状态。你看我们整个空间都是佛性，对不对？有没有动？有没有相？没有相。有没有了了分明？对，了了分明。所以在这个空间啊，真空妙有，在这个空间啊，我们佛性啊，如如不动。在这个空间呢，我们永远常住啊，不迁，没有搬家啦，没有迁移呀，所以整个呈现啊，万年一念啊，一念就万年，万年就是我们现在眼前当下的这个知觉性，有了解不？你看心理心法多好，好不好啊？讲到我们根源，让我们透彻了解，我们的本来就是这样。可以啊，尽虚空遍法界，全部都是佛性，全部如如不动，常住啊不迁，殊不殊胜？所以我们得道，说道很殊胜，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不研究呢，不知道。很亲切的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知道。24个小时1秒钟也没离开。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到处在找，对不对？有没有啊？到处在找到啊！伫倒位啊，真骨力，找啊，那大家拢全类啊，种啊，拢去安尼种得满头包啊，有没有？晚上睡觉还翻来覆去啊，还唉声气啊，有没有？拢无啊？唔敢讲啦回去就好啊过了就让它过了，那我们就把握当下眼前，呈现的啊，就是真空实相，实在的形象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亲不亲切？很亲切所以我们要回光返照，照到呢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呢，不枉费啊这一生啊，绝对成佛就已经可以成就所以我们要追求啊明心见性，心明因果就不昧，见性成佛就无疑。那我们已经听到这个样子，成佛会不会怀疑？就不会了，因为那个佛怎么成的，就是我们讲的当下这个那个呢没有能，没有熟，没有生灭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很亲切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在我们自己呀生活之中，所以生活之中呢，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不要浪费生命去想过去，去策划未来去把握现在，那个都是啊现象要用，佛性不用我们呢要直接进入佛性本体，直接一进入以后啊什么事都已经在佛性之中解决了，有没有啊？佛性之中呢，它呢含藏呢万象万事，含藏啊善恶种子，那我们全部啊都能够容纳，全部呢接收全部啊消化这样完成是都毕业了，所以知得一啊万事毕，这样了解意思吗？知道一啊就是知道道，知道道呢就是知道不是不昧佛性本体，你知道这个了，万事万物啊都毕业了都修3、4个月出师啊，出师没？未啊还阁等咧学所以要努力我们了解说在这个佛性的本体啊如如不动之中自然这个见你如来，那么若有所见啊，即是有能见已落入生灭之中，心已经外放了，那么能见外物
以所见中啊去分别不休，看到啥看到啥，明明我都有看到啊，把那个生灭的外相啊看得很重，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都忽略，所以能见化呢，佛说邪见，因为见已经不正确了，所以要邪见。又则汝今见物之时，理智见物啊，见汝体性呢混杂，所以佛又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假如说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东西也可以看到你，那个东西呀，它则有那个自己的本性，它也可以看到你。你看到他，他看到你，这样整个世间就不能够安理啊，所以东西它没有自性，有物性啊，没有自性，能了解吗？我们呢都会了解说物有物性啊，物的性，木性啊可以烧，水性湿冷，对不对？它都有它的那个性，可是它不是自性的，不是主宰自己的自性。我们能够主宰自己自性呢，就只有佛性，佛性才有。所以那个物啊，没有本性。那么则汝以我并之世间呢，不成安立。物啊，假如说有本性的话，世间呢就不得安立。而那若汝见时啊，是汝非我。见性呢周遍非汝而水，就是我们那个见性它周遍圆满，就是这个我们呢不管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全部都可以看见，都能够见到，所以见性圆满。能够这么圆满的见性你能够了了不明，不是你不是啥，云何自疑自己怀疑，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研究的话，不知道佛性这么奥妙，这么的难得，所以现在了解了以后，有一点怀疑说，当我发答案呢，那个叫质疑那我们不能怀疑，怀疑了就没有力道了，不相信佛性力道的消失。因何质疑汝真性，性汝不真呢？取我求实，佛性是你家己的，你家己拢唔承认，你来问我，叫我给你指点出来你的佛性，互你相信。这样在真理部分你那个相信的程度那个趴线度就不高了，所以你看我们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是不是有一个信？然后信机中同四端，东西南北就是仁义礼智同四端，然后兼万善，就是信在其中。那个信就是中，就是我们道之体，就是咱的佛性本体。所以佛性本体呢，我们要相信，相信自己的佛性呢是最重要。一相信呢就有力道。再困难的事我们只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那就一定呢，投入去做，完成就很快。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信心虽然很容易的事情也做得不圆满，所以那信我们都把它用到外面相信别人的话，相信外面的事情，就是没有相信自己的佛性对不对？我们用在信的方面都是用在外面，没有用在里面。然后我们要了解这个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呢是善根，所以相信自己很重要，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就是要相信自己。
所以这边佛在责备阿难说，你自己都不相信你的佛性。上一段呢详说见不是物，那么这一段说物不是见，佛心呢大慈悲不会用大道的那个方法来教导众生，乃用呢温和说理的方式，左说右说前说后说呢，各个角度圆满来阐释。其实众生呢各个明理都能够了解真理，修正成佛，都能够呢修正成佛。那么此第六番显见不杂，最后一段说真性呢是本有的家珍，家里面的珍宝，迷失良久恍敢认。我们那个佛性呢迷失了很久，都不敢承认自己的佛性。要有这佛以及呢善知识加以证实，方有信心那么此番呢不杂不乱，已经呢超向外以估标，就是超出形象之外，单独的把它标示出来。那么在底下呢就讲十番显见的第七番，显见无碍。我们的见性没有障碍，那显见这个杂那个是第六番的，那我们的第六番呢就到这个地方呢就算结束，底下呢就讲第七。那么阿难呢白佛言，阿难呢又问释迦牟尼佛，世尊，若此见性必我非矣。他还没有全部承认讲这见性是我不是别项不是别的。那我以来现在呢就讲到现场，说呢我跟如来观呢这个四天王天的圣宝宫殿居入夜宫，那此见呢这个周延遍呢娑婆国，然后对归呢精舍，即卖呢讲到为讲堂转来，卖讲迄个天王迄个宫殿，讲到呢这个讲经说法的地方，那个精舍修道的地方，只见呢伽蓝，那个寺庙呢就叫伽蓝，清心护塔。因为那个讲堂可以使那个心清净，所以叫清心。那个护堂，瞻呢演武，是瞻就是看，迄个演武就是迄个厝顶迄厝下互咧水咧流迄潮一高安尼，遐演武。世尊，此见如是其体就是讲，咱的见性就是拄则迄条所讲的安尼。本来呢，周遍一切，娑婆世界拢周遍。那么今在世中，今嘛来伫个功德内底，圆满一世这个见性才比存伫个厝内功德内底一个室内安尼尔。维护此见呢，缩大为小，是不是咱的见性该缩大变做真实。为当呢强语假令假令呢断绝，是迄个饼甲个鱼的时候，咱要互迄个雨水流落来顶头迄个迄个粗的迄个厝叶鱼该夹的全断去，咱的见性全断去。那么我今不知失意所在。我今唔知这个这个道理伫倒位愿垂呢弘持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给大慈大悲佛就是很宽大，为我敷衍讲互我听，互我了解看伫外口看敢若咱徛伫个海边看到海真空旷对无？即马行入来室内看到活
啊，咱看到的所在才剩色来一角仔镜尔，啊是毋是伫徛伫海边所看，甲徛伫室内所看，迄个见性无共。所以阿难呢，他问就是把那个最那简单的道理，然后最复杂的问法，那要佛来说了，了解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一看呢，讲这个主人就知影，对吧？可是呢，为什么有佛菩萨他都会请佛来讲一些呢最简单的道理？因为有时候啊，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都会认为是自然而然，是在真理的阐释方面讲出来啊，那个角度就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啊，最要呢这个追求啊，就是平常心。我们都会讲平常心就是道，对。可是平常心就最不容易啊。我们心这个平常的时候啊，有没有保持平常心？有没有？我们心啊很难保持平常，都会有起伏啦。起伏的时候多，平常的时候少。所以要能够保持平常心啊，对真理的认识啊，就是要深入透彻。能够深入透彻了解真理，才能够保持平常心。然后行持就会平凡。平常、平时、平凡、平淡。四平，就完全呢跟道融在一起。那个司空山本净禅师所说的，这个要问道还是要问佛？他说佛跟道有什么不同？他说问佛的话即心即佛，问道的话呢无心是道。他说无心就是已经不生心，我们没有自己生发念头，那个无心。所以要保持平常、平缓、平时、平淡，就是要到无心的状态。他没有心的自然所行的，完全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这样了解吗？好像很深可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可是我们要去实现呢，就是要下一段功夫啦。要能够真正的进入那个真理的世界，就能够达到平常、平凡、平时、平淡，能够到达这个状态，才真的入道、进入道。要成道就要先入道，对不对？没有入道哪能够成道？所以要先进入，所以我们就是要深入其中。了解怎么样来做，所以在凡尘要超越知有，凡尘所有的有都超越了，因为有就是有形象，有形象呢就是有生灭，有生灭就有变化，那有变化就是无常，那无常变化就害我们心里产生喜欢讨厌，那有喜欢讨厌我们就取舍，有取舍就造业，有造业都受苦。各位会背了没有？因为每一次都讲一样会背了没有？背下来很好就会行的时候就会去考虑到合不合真理。这样的话，久而久之自然就不会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不受苦就可以解脱，对不对？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做的听课那个脸越来越开了表示业障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会那样？就是那个真理了解，了解心结开，心没有打结都显现在脸上，
咱讲真春车，听得懂吗？老一辈才听有，讲真春车，就是他呢心里面没有障碍，都很舒坦，看起来呢，就会很快乐，就是那个样子。那假如说我们心里也有事，然后表现在脸上，对不？就安尼拍甲球啊，有没有？我们看到以后也会很不舒坦，那看到人家满面春风也很高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心中的结啊，都全部都解开。那假如说了解真理，我们心许自然呢心境啊都变化。那心力变化，我们作为变化，作为变化，命运啊变化，周遭亲朋好友跟着变化，都朝理想的方向啊在进行。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修道啊，就关系到九贤七祖，九贤七祖能沾光啊。我们来听课，我们祖先也到那个地藏古佛的那个恭听课，那我们不听呢，我们祖先没有资格啦，没有资格进去呢，那个地藏古佛那个讲经说法地方。那我们能够修正，能够成道成佛了，那个九贤七祖也超生了，都沾光，所以关系呢很重大。我们不能考人，你考倒一个人，连带他的九贤七祖啊，都受你的影响，他在背后一定呢非常的厌恶、讨厌，一直指导你，所以你的遭遇啊，一定不会很顺气，都很坎坷啦，做什么都不顺，那就是有做错了，受到呢那个影响的人啊，他在搞鬼，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凡尘呢，就是要能够透彻知道真理。真理的东西一定要自己追求了，不会说天上掉下来。我们大概最希望明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全部都明理了。最希望这样了不要经过这个漫长的那个虚实的认知阶段，要很久啊。这个研究心理心法，大部分都是要算这个起码10年以上，10年以上才会比较透彻了解。那短短的这个期间要很了解都不太可能所以这个急不得的。可是你知道以后，它就不会失掉了。知影就是对的，可是要实行知影爱去做你知影无做免偌久会无了了有听到你半年拢莫去实行，都无去啊。你听到的意向拢无去，无我都无听过迄讲道这啊。其实有啦，已经失掉了。所以这个上乘佛法，这个是上天的秘密宝贝不容易给人的，尤其现在这个末法时期更不容易。然后我们有得到呢，就是一定要赶快去实践去做，有做了就变我们的了，上天就要不回去了。所以那个成佛都是早晚，一定可以成的。要对自己有这个信心。因为当机厄难闻说见性周遍一语，遂生呢这个疑惑，以为真性呢既是周遍，应当呢一定呢周遍自应无碍，自然呢它都没有这个障碍，何乃动被物碍？我们呢这个身体在动的时候就被东西障碍。故呢像佛讲，世尊，若此见性本来周遍，必定呢
是我真性而非一物，哦，一定呢是我的真性，哦，则应当啊一切都无碍。那么今何不然？今嘛那也不是安呢？哦，我以如来观呢这个四天王的宫殿，那个宝殿，那么是见这个大小啊不定，观呢那个四天王的时候啊，那个见很大，现在呢回到讲堂，那个见呢就变成很小，所以在讲那个大小，所以自呢精舍啊，只见讲堂，见性呢聚云周遍，自当呢一定啊常北自在无碍，何谓呢大小收断，收了断绝了，所以我今呢不知啊师意所在，愿垂弘旨为我呼应啊师意，希望佛能够讲一讲这个道理。那么佛告阿难，一切世间的大小，世间里面大的跟小，内外啊之所事业，所有的事，所有的业，各属于前程，它呢都属于啊眼前完成的景象，不应呢说言，不应该讲，见有疏收，我们的见啊有舒坦的时候，有缩小的时候，见性不是那样，不是讲会放大会缩小。那么比如方器啊，佛就做比喻啊，好像呢那个四角形的、方形的器具啊，中间啊方空，迄四角形的迄个器具啊，咱放在中间迄中啊，迄个迄个四角的迄个空间，迄个空间，咱看到就是四角的，然后以这个现象来问阿难，说五复问汝，此方器中，这个四角的物件，迄个方器，所见的方空，咱看到迄个四角内底的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这四角的是固定还是无固定？了解这个意思吗？了不了解？器具啊，物件，像讲这个茶杯，茶杯是不是圆的？然后呢，我们中间啊，茶杯中间那个装茶的部分啊，是不是空的？因为这个器具是圆的，那个空的也是圆的，对不对？那佛就在问这个空中这个啊是固定的呢还是不固定？不固定它中间的这个圆的因为器具是圆的，空间就变圆的。器具啊是四角形的、方形的，然后它的空间就变方形的，是不定的，对不对？所以佛这个比喻啊，让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假如说那个定方的话，别安元气啊，空不圆。你伫咧四角的迄个空内底啊，去放一个圆的器具，好像我们这个茶杯是圆的，然后放到那个空的器具里面，那个空应该不会变圆啦，可是不是啊？你放进去它变圆的啊，是不是不定？所以佛用这一种方法来告诉我们，说法无定法，它没有固定啊，都是一直呈现在我们周围，什么现象就什么现象，不是固定，所以方空、中空啊，那个中间的空都不固定。看看我们外面是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形成里面什么样的结果，这样容易了解对不对？所以佛做这个比喻。那么大小内外知凡所有事相业用，那个事情形象以及呢我们所用的一些工具，
该上下方圆等等类，就是包含上下方圆所有的物类，皆始于前尘而有留碍，就是显现在我们眼前凡尘的景象，它才有这个一些障碍留住。那么微观见性，跟咱的见性无关系啦。不应该收圆，不应该讲见有疏缩断细，我们的见性有伸展的时候，有缩小的时候，有断的时候，有相续的时候，都不是啦。应知见性不变，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那个见性它不会变化，不因境碍，不会因为环境它会有所妨碍。见性随也，再大见大，处小呢见小，那个都是能够随缘那么一挥尘是所能碍，不是凡尘所能够障碍我们的见性不是凡尘现象能够妨碍我们的佛性。所以大小不定全由于尘，就是全部都是凡尘的景象。但得王尘自然无碍，把那个凡尘都消失了，因为凡尘景象都变化无常，那个凡尘让它呢消失所有的障碍都没有那么以见性与虚空现在呢把那个见性就比喻好像虚空一样。那么成相比喻器具那个器具完成的景象，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器具是圆的，是方的。那么成相有大小内外，见性无疏缩续断我们的完整的景象有大有小，有内有外。我们佛性它没有伸展，没有缩小，没有继续也没有断绝如去有方圆，空无量所以一再详细的说就是要让我们透彻了解真，了解佛性的奥妙这样有没有更了解一点的啦所以或者会说那安尼讲真啰嗦嘞会不会不会因为或许接触的时间就算很长13岁到现在69一直都在这个佛性里面打滚所以对这个佛性的那个了解程度可以说蛮深入了深入的时候看到会只要见到他文字，只要见到他经文，我就会知道佛在讲什么了他讲什么了以后所以在看的时候都会就是白话，很容易明白的话叫白话可是呢或者把它写下来，把它讲出来，人拢甲我讲足深呢，我讲有影不是足浅又是认知的那个差别，对不对一直接近当然就很浅啦都不捌接近就真深嘛。所以当我们都透彻了解的时候都是很粗浅没深啦咱若讲真深是咱无接近无研究啦才会感觉讲伊真深。然后我们呢一定要跟佛性在一起生活，对不对那把佛性摆在第一位，把身体其次我们不要把身体摆在第一位，把佛性摆在其次，咱拢倒变啦佛性也无管也卖管的有时候这个听到人家在讲说佛性一斤是偌济我听了都很泄气嘞。各位天姐，佛性一斤偌济
哦，所以以这样来论的话，哦，那个真的差得好远呐，哦，佛性啊没有形象，所以你说呢，伊一两嘛无，要过一斤，累积不出来的啊，你搁看那累积，我们无法度个累积个一两，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不跟我们身体合作了，佛性啊不跟身体合作会变怎么样？所以我们有看到那个植物人嘛，那个就是身体跟佛性啊不合作了啦，那我们看到那个样子是不是很难过？在植物人本身来讲，因为它没知觉性的就植物嘛，植物啊，我们看到花，看到树，植物啊，我们打它的话会不会痛？那个植物会不会痛？可能我们内心就会想，咱若不是植物，那它会听不听？所以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身体跟植物，假如说它没有两相结合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水有风土呢，它没知觉性，然后我们身体没有形象，它现在合在一起的话，它就各出一半了，没有形象的佛性让身体来表现。没有知觉性的身体让佛性来表现，然后我们就从我们的行为动作去体会到佛性，然后从我们的佛性来照顾身体的健康，叫养生对不对？所以两相得益都得到利益，佛性可以发挥了，身体可以得到延续照顾了，可是毕竟都有期限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寿命大概都在100岁了那100岁呢，在我们佛性本体来讲，它很短暂，一刹那它都过去所以那个般若的精华心经第一句叫做观自在菩萨，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就有讲观自在就是回观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它有10个10个自在观自在，各位都还记得吗？不要看笔记的话，念念看。第一个寿命自在，第二个心自在，第三个财自在，这个大家最喜欢了，没有钱都有钱。然后第4个业自，业就是身口意身口意就是业，咱的业都在自在。第5个呢，就是圣洁自在，圣洁自在就是我们所观的见，绝对相信，不能犹豫你犹豫圣洁的无去所以圣洁自在。然后第6个呢，就是生生自在，咱想讲出去做人，出去做小白兔，还是要出去那个到这个三恶道去我们都可以自由自在。正自在。然后呢，第7个愿自在，愿就是希望我们的愿希望能够在。然后第8个呢，神通自在，这个也都很喜欢然后第9个就是智慧自在，第10个就是华自在。那华自在就是佛才能够在法里面自由自在。所以我们要追求观自在，就是回光返照我们本来就有是一些10个的自在，可是我们现在想一想，
一个都无嘞。哪一个有？心自在了没有？大概最容易达到的就是心自在。财自在大概也无遐有功夫啦。那个要在家里面那个墙角找到那个金银财宝，大概不容易。迄拢无去带，要哪有？迄都要进前祖先有带，咱就卖来往才有。没有办法像活菩萨讲因为活菩萨呢，他们在修持过程都会讲贫道有没有？就是都没有钱嘛。自己本身贫得，可是他要布施给众生用的时候非常富有。为什么？因为他看整个大地那个七宝无边都有金伊一个讲的讲加恶的几尺都有金要布施的话，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给众生用。所以那个活菩萨有那个功力，就是他们累世所修的。累积的、所做的、所行持的、所布施的那一些财宝，他都可以拿出来用。那个呢，就是能够财自在。可是我们都没做都没有办法那么自由自在。所以我们就朝着那10个方向努力。到达最后一个法自在。就法王。那法王只是菩萨了，法王就是佛，所以第10个那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完成我们追求的方向可以很殊胜，不用呢一直在跟整个我们那个世界潮流这个结合在一起。人咧流行啥，咱就对人流行，对吧？有没有？现在大概流行那个假睫毛了，所以一出去看在大众运输里面那个装假睫毛的非常多。可以看那个装假睫毛好不好看？这个又是见仁见智有的时候很好看，有的时候不好看不过或许导师觉得很麻烦，麻不麻烦？爱甲念的对拢会念袂好势。所以现在那个化妆品的展览那个超过10万人去抢购他都卖得很便宜。然后我都会想，是一些这个某某叉叉拢爱抹爱去洗嘛这个很麻烦麻不麻烦？这因为是补课补工作，就是2月27号那一天上班，还把它休假了今天就是补上班了。然后或许就想说今天坐车不用那么赶着要提早去做了。晚一点的话，因为大家上班，我跟那个上班的一起做，一定有空位。然后也是很刚好我们那个站牌一上车，然后要上高速公路，刚好客满。那最后面上来一个小姐，她可能也是要上班的，睡得比较晚一点。所有的那个化妆品拢底下包了，然后又坐在刚好剩下一个位置，就在我旁边。他一来坐落坐落开始他下车他都没有停动作，冲下化妆了，两边都擦，两边都抹然后我不看脸就在我旁边这个我都全部不看脸，真的懒。那好吧，就看你在忙什么。活得很辛苦
所以有一些国情不同。假如说在日本的话，你没有化妆，人家说你没有礼貌啦，所以要化妆才有礼貌。可是我觉得感觉在我们这边因为很自由啦，你要化妆啊，唔爱化妆你自己决定嘛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头发你洗得干净啊，那个叫素颜，对不对？最漂亮的很好看那拢对不对？完成的时间真的很短，要把握了就是把握我们这个修道的那个进度。因为或者都要各位在开始的时候就走入不生不灭的修持方法。那很努力是生啊，你一定有懈怠的时候的灭。那样的修法都不究竟。那你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走入，就是很努力，可是都抛开，矛不矛盾？不矛盾很现实的就是我们非常有为，可是心中都不住。非常有为是生，可是你心中不住它就不进入生灭，就是已经真的不生不灭的修持方法。所以这一种那个修持方法，就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去实现。实际的开始就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就已经整个呈现了，都是佛性本体，那个叫不生不灭的修持方法，就已经呢在日常生活就已经达到最高的知道了，不用标榜，你一标榜就是住相，一住相呢就是走回头路，所以要活在很逍遥自在的那个境况里面。真正的就是不生不灭，这个很重要啦。不然我们修了很久到后来10年、20-30年修的，全脚拢揪起来，人拢无去。为什么？我都20-30年前嘛安尼，今嘛安尼，都无共款，无迄个变化我哪去修？后来我都无搁有20-30年的时间，互我实验个实验的人都无去，对不？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金刚经》的时候不是就讲那个第一佛都没有讲话，那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把那个无我相、无法相、非法相都呈现，对不？是不是最平凡、平常、平时、平淡那一种状态都呈现？也无讲弟子们，我你们修道，你们怎么都不努力修？有没有？没有。所以他呢一样那个要吃饭的时候周一持钵，然后入社会大乘乞食，就很平常平凡的，跟众生都完全一样，没有两样，就是没有我相。为什么？我都辛苦啦，你那外得住，你看没有阶级观念，对不对？要吃饭该来分，没有说这个要弟子出去饭拿回来给他吃，没有。所以已经在开始他就没有我相了。然后要教导弟子修道方法，他也不讲话。你按照我这样做就可以成就。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三心没有，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佛性都呈现。底下日常生活都已经呈现。所以离开非法相，非法就是没有法了，没有法就是消极。我们消极的人生那个叫非法。他已经有很积极，可是都不住相。
所以真的就已经开始的时候啊，就进入不生不灭的修持方法。所以我在日常生活啊，我们就回顾啊，我们自己讲的话，住不住相？我们在家在家里面的时候啊，我们亲人讲话住不住相？假如说能够发现到我们讲的话是圆音圆满的声音，那个叫不生不灭的修持方法。或者不是有讲过吗？你那囡仔等咧大小便，你改讲放好前去圆不圆音？放得前去没？放前去就死了。然后我们跟这个家人讲，脚爆脚爆了，脚爆了定戏啊。所以这个都不是圆满的印象，所以你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落入言辞啊，都有它的缺点在。讲出来一定有迄个无圆满的所在啦。有时候你什么都不讲的时候，整个圆满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有一些动作我们真的是很难做的或者不是在《道德经》那个第几章的时候讲，或许那个时候在那个一个陈姐诚信到福山去卤一锅的那个塑料拿去给老天吃，那到福的时候，那个陈姐就把那一锅提回肚房去了，这嘛老天坐伫个主持头前。用那个圆板凳坐着，地超雷啊，旁边都没有人了，三产不要弄糟。然后或许要按照佛规嘛就跟老天说，你拿或许进去参加，老天就起来做什么？打毛巾了。那或许看到那个动作，跟老天说，你拿或许自己来。老天说。您来是客，还是给后姐打毛巾呢？这个差的真的不安。然后从里面的主持回头了以后出来，这个向老人家报告说您好像点过礼，因为老前辈要说顶礼，那等于是要说参加，要你参过价，然后前人又站起来，又走到那个茶几端茶。然后后学看到又讲你让后学自己来，一样，你来是客。我说老人家代理天命，身份高高在上，做这个动作，是不是表现无我，没有我相？有偶像的话。压不落来所以那个大学教授我们那个道经去留学，学到博士已经已经博士的学位可以当教授。他要给他的学生打毛巾他说我实在是弯不下来，腰拢安尼僵的，拢安尼压不落来。有没有偶像？所以两相比较在我来讲都很强烈。老人家打得很自然端茶端的也很自然，都没有一点勉强，所以那一种无我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无法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是呈现都是最上乘佛法无我无法无非法要努力来过我们的人生没有非法，所以表现的跟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金刚经》的第一本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去了解说道就在行，
底下日常的行为就是道，不是说特地的要怎么样。你看我们所作所为啊，离这个程度，离这个境界远不远？还蛮远的哦。怎么去达到？做到出来对吧？刚才你那食饭，开始了白家拢为外口出去了一半伫内底，一半伫外口嘛。可是后来因为食个足好势，对不对？那个从有为进入无为，所以我们在凡尘是一样从我们呢这个可以做的，然后很自然的一直呈现做出来，就会这个跟道相合，跟真理相应。那我们都生活之中都跟真理相应的，自然我们不会造业了。所有的那个思想，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要万缘放下？因为我们万缘一放下了以后那个妄就容易尽，妄一尽真就会显。妄尽真显整个我们呈现的就是道场。道场就是佛性的场所，佛性的场所尽虚空遍法界，这么宽广，所以我就是要了解，不是很困难困不困难？不会，对不对？很容易对不对？差别最大在哪里？在认知我们头脑的认知，就多人拢嘛讲，我安尼就对了。伊都有唔对，一字尔，固执的执，执唔对啦，剩的拢对。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执固执的执去掉。一有固执了，我相法相都出来了，非法相嘛出来。你不固执了，活泼玲珑了，就已经呢。跟真理相应，那跟真理相应生活起来不是很快乐吗？所以或许都讲，道就是要在行持，那要在自己的认知，认知很重要，不要走入邪见那个不正确的见解自己要发现，然后我们呢，每个人都会有那个很根深蒂固的骄傲，无我拢无骄傲各位先生有没有？咱来了解讲，咱迄个骄傲个味足深的深到无看，但是你只要仔细观察，会出现真是有影咧，足骄傲的，尤其那个面对那个。下阶层的人，你那个骄傲的心更容易呈现，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些能力很低的人那个骄傲一定出来，出不出来？一定骄傲。无我都无骄傲，那个骗相，骗别人会使，骗袂过啦。所以要了解到。或者讲，我们既然落入凡尘现象，不值得骄傲，一定有业。那假如说我们都能够修到成道成佛的阶段，那也不用骄傲。为什么？还很多众生都在受苦了，你躲不了，不免骄傲，对不对？没有骄傲的资格，也没有骄傲的本钱，就是要你努力去坚持去做。希望呢，这个众生都能够成佛，能够脱离苦海，最好的。还剩下不到这个20分钟了，剩下18分钟，留着给各位呢这个提问问题，好不好？好。好，请收。
师好。好，那讲师在课程中有提到只要我们走入真理世界那全部的业障、业灾都会消失。那欧老师您慈悲叫我们来上心灵晚安那我们如果日日来听课，是不是那全部的业债、罪恶都会没有？哦，你想得美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以往差不多这个西元1100年以前我们那一些中国人的那个修道，他们都是投入整个这个生命在修，所以非常的专注。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顿悟法门顿悟法门呢，就是它没有那个渐修，那个每一个阶段的成就。我们在每一个渐修成就的阶段，那个就是最容易想、最容易迷失的时候了。所以一些那些禅师他呢，因为投入非常久又很专注修，所以能够呢分辨到这个状态，所以他就讲了即业障本来空。那么未了还虚还数，就是你了那个了就是透彻的明白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然后要归到哪里去，然后中间的过程是如何经过都透彻了解。那透彻了解他就不会对中间那个修正的过程成就被那一些成就耽搁迷失掉，不会，所以他才讲了即业障本来空。因为回归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没有形象。那既然没有形象，请问业障在哪里？就是没有了，它没有存在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全部都已经知道真理，不会住相，才没有地方所在那假如说我们的程度都还不够会住相，那我们住相的地方所在业障也就呈现。当然我们要还业债一定要还，因果定律它铁定的。那既然有形有相，你就逃不开。那了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业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住的业，我们要怎么样去承受？就不用。所以业障本来空。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程度是要全心投入要先呢当众生的那个牛马，把众生服务才能够脱离我们所造的那一些业的呈现。所以一定要了解不会说我们造了很多业然后它不会那个果报呈现不会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程度都还不够，还没有到达这个都空的状态。假如说有办法了整个进入佛性本体，而且都是常住不迁不变的话，那真的就是已经没有了，不用去接受那个业障的果报，因为自己到那个程度绝对不会造业。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一讲出来以后，我们就是要知道说，他呢是需要什么背景条件，才有办法说不接受业障的
那个果报，那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要到达最原始状态。那原始状态啊，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啊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没有含藏善恶种子，也没有含藏所有的那个山河大地以及万象万事，是已经啊回归到本际。那个万年啊都不动分毫，亿万年啊都不动，这样了解吗？所以还是不要造业啦，造了业还是要还啦。我们想得美业障本来空啊，那个空是有空的背景条件。还有吗？还有10分钟。刘老师，好，请说。有2个问题想请教刘老师。第一个问题是《心经》里面的恨生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恨是什么意思？那个是多行啦，咱台湾话行知影无？你的道行偌深，就是讲你做的功夫啊，到多有样，有没有？它不是光一个意思啊，一个就是这个已经实际在做恨，恨深，所以看你念心的那个因啊，是念行呢还是念恨？念恨的话，表示说你已经在做；念行的话是希望啊，希望要做，他还没做了。所以要知道说我们恨深，实际的已经有做。而且时间又经过很久，功夫也呈现，才可以称得上这2个字啊。那我们怎么样行，怎么样做，就是加那个波罗蜜，就是要到清净的彼岸。你要呢所有的内容都离不开清净的彼岸，这样才可以，才是正确的。那个问题，佛性含藏山河大地，不太了解其中的意思，请刘讲师再讲解一下。好，那个呢，在我们的那个研经里面呢，它就会有讲述，说我们是一念无明啊，生3系，然后境界为缘啊，长6出。那我们念无明，就是我们看那个黄母性持戒那个老母把我那个鲜血收回去啊，把我们赶到这个娑婆世界来这个转世，那个是比较说的好听一点，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一念那个念就叫业，两头都是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完成的行为啊。我们知道说业的业因形成，可是那个业的来源根源就是从我们念头来，所以念头呢就很重要不能有，只要有念头啊，就业已经形成。所以我在凡尘一些年岁大的欧上欧巴上啊，因为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吃饱拢营营乌白想啦，所以遭遇啊都很坎坷。那个就是念头，它一直这个有过去性，念头都在。那么那一些念头把以往那个6道轮回里面的那个种子把它拉来以后跟缘结合，因缘一结合现象。然后现象呢，我们就要接受了，所以了解说，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就是要尽量呢，就是把念头都能够自己约束，自己管制，自己知道起什么念头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那这样呢，我们就不会造业连连，不造业就不受苦了。然后我们有念头，一念只有一念，不多了。然后就形成业相，业的形象。然后呢，有业
它就转向，转向以后就现象，所以叫一念无明生三个很微细的那个理出来。那这个时候啊，业相、转向跟现象全部都是空了，都是没有，不是说那个已经呢，业相也可以看到，转向也看到，现象也看到，都没有，完全都没有。那因为已经有念，就是已经有业，有业了以后，就是我们的那个念，那个念头啊是妄想，然后妄想跟我们的瞪目花老，瞪目花老啊，各位知道意思吗？就是你眼睛都不眨眼，不眨眼会怎么样？眼睛疲劳，眼睛疲劳会怎么样？会看到空中有东西，对不对？这个叫瞪目花老。瞪目花老之后，它会结暗为色，结打结的结，然后跟凡尘的暗相，跟凡尘的暗相啊，相违和，然后就呈现那个现象出来。所以各位要体会这个状态啊，我都讲你蹲下来5分钟，然后突然站起来，你看看空中有什么东西，绝对有啦。每一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绝对有东西，那个叫做结暗为相。所以把那个所有风土啊，已经跟我们的妄想结合。那结合了以后啊，山河大地啊就这样形成。所以山河大地啊，虚幻不实在，是假的，它会变化。所以就列入啊摩西所罗管辖，叫摩公。所以凡尘的万象啊，都是摩西所罗在管，摩公。那我们发心修道，就是把假象完成的这一些万象假象全部破，就是把魔功破了。所以我们发心修道的时候啊，魔就要来扰乱，因为我们打破魔功，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这个也很少人讲，很少人探讨了。那我们刚好那个经里面啊就有记载这一段，然后呈现结暗为色以后，呈现山河大地，就整个天地形成世界，你看佛在讲的世界啊，世就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界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世界。那世界的形成，就是我们的妄想跟我们的念头跟结暗为色结合，结合以后呈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有了以后，万象慢慢的都整个呈现。所以整个虚空就是佛性本体。那虚空都没有形象，可是它不拒绝实相发挥，所有的相要呈现，佛性都不拒绝。所以一出来以后有形象，世界形成了，已经结暗为色了，然后境界为眼啊，长六出，就是有境界了，有现象了，然后我们就有第一个志向。那个志向不是智慧，而是说看到什么知道什么能够分辨，那个叫志向。第二个叫相续相，相续啊就是一个接一个，它没有断绝，相续相。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记文字相，因为已经有了我们有现象就有名称了，有名称以后我们就记着那一些那个名字，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的名跟相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不要把它当成真。我们要把这一些全部都打破，
然后呢，这个记名字像以后，我们就直取像，直走跟取，直取呀，形象是假的，我们把它当成真，要不要取？要不要把它融为己有？那个叫直取像。然后直取像以后啊，接着就是起业相。你起业迷惑，然后起心动念，业造成引起业相。有业了，就业系苦相，被业绑住了，你要受苦。所以境界为眼，就长六出。一念无明呢，生三系，不是蛮熟悉了吗？有没有？所以三系就是一相，然后转相跟现象，这个时候都没有了，没有形象。可是没有形象我们一直要看什么？看我们自己的业，你要甲看，要甲看你就瞪目花老，见为色。能了解吗？很冤枉，对不对？本来无的，互咱眼甲变甲有啦。对，本来没有，硬被我们把它变出来。所以咱拢真搞啊。我们大家拢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都是假的所以佛经里面只要讲到世界，底下都接着围城，没有世界了，所有只有围城。围城积聚就变世界，世界粉碎就变围城，所以叫一合相，有没有？我们越研究就越了解了。原来一合相是可合可分。你看我们合一家人，一个人，然后一家人就变成一个家，然后合几个家就一个邻，合几个邻就变成一个里，合几个里就变成乡镇，合几个乡镇就变县市，合几个县市就变省，合几个省就变一个国，合几个国就变一个州，是不是一合相？对不对？都假的啦，可合可分啦，都不真。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完全都假的，唯有不生不灭佛性是真的。所以要对佛性深入我们去研究，原来没有三心，没有四相，佛性圆满都呈现，就亲切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先生，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德、老天现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生给佛学机会学讲。这个我们楞严经呢有在这个印200本，所以各位假如说这个带得太重，就可以放在家里，来这边拿这边的看。那假如说你这个书上有写字楞严经里面你自己有记载，那你就要带来带去还有很多的以前讲过的六坛经、道德经以及现在讲的楞严经，我们都有做这个 DVD， 然后呢也有做 MP3， 然后也有做 CD。鼓励呢各位大家都拿回去看，拿回去听，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我们北部这个烧入很多，竟然烧到我们这边，或许一看堆来一大堆都没人拿。各位家里都有吗？有。自己听自己看，然后也介绍呢亲朋好友听，亲朋好友看，能够呢都能够深入研究，何况我们老师又一直大力推广，一定得要研究，我们能够呢深入我们的心性都能够明心见性。各位明心见性了没有啊？
不敢很肯定答复了哈。这个心性呢，就是没有形象，可是呢非常亲切，我们能够体会。那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就可以超出轮回，就可以回归到本位。所以这个呢是很难遇到的这个机缘有上天大概普渡才有这个机缘让我们回归本位不像以往要修到功果圆满才可以受记，有受记才可以成道成佛。现在我们都受记了就是已经有成道成佛的资格，那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成道成佛。各位愿意吗？愿意。那就要努力的先了解这个真理，了解心性在我们身上呢跟我们的关系，那很笃定的专一的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能够呢修正光明，真的恢复到本来。然后我们呢就接着呢这个上礼拜所讲，我们讲到第几页了？39。39的哪一段？汝言不知思义所在，是对吗？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阿难讲说呢，你在讲不知道呢是一个真理的所在，然后佛就讲那个真理义性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云何为在？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圆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性理心法那么多的点就只有这一部是在讲性理心法。然后我们了解说它呢有一点没有研究是有一点深各位先生深不深？比起那个《六祖坛经》跟《道德经》是有一点比较深，比较不容易了解。所以开始的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说：我们心的所在，我们心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呢，所有的众生都会讲我们的心就在我们的身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还有印象吗？因为一般社会人士以及所有众生呢，也都认为心就在我们身内。那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说：既然我们的心是在身内的话，那心有灵知的作用，灵敏的知觉性灵知的作用在。那么凡心所在一切均能分明了白，你的心里都一样一切都能够很透彻的知道。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那我们身内有五脏六腑，那请问我们看到了没？都没看到，对不对？所以佛就讲说那个灵知的作用能够让我们什么都了解。那怎么我们心在身内呢？不知道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我们抓生法掌，抓就是针感、指甲还有头发那个头发跟指甲的生长每一天每一秒它都在慢慢的生长。那我们看到了没？都没看到。它有没有在生长？都有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那个灵知的心不在身内。可是我们都会怀疑怎么不在身内呢？这么亲切，应该是啊。那我们看到小孩子会不会长大？会。那假如说我们的心是在身内的话，一定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生长，在长大，看得到吗？那我们长大了会老，对不对？会不会老啊？一直这个器官都接近那个不堪用的时候，那我们假如说心是在身内的话，我们应该都会知道了。可是我们既然也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心不在身内。那接着下来，阿难呢被佛这么一吼了以后，他就往外在身外，然后讲另外6个地方了。那个是被佛逼出来的，不是他本意呀，他的本意只有在身内。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在等的时候也是要了解说我们的心在哪里。各位前贤，我们的心在哪里？这个就是最高品质的，因为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可是呢，我们都时常听到说无所不在，对不对？心呢不在内，也不在外，然后也不在中间，那么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呢，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我们不要那么笼统，那么笼统的话呢，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小。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到，我们在日常所用的心它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么一回光返照了以后就会知道心很亲切，1秒钟都没有离开过。所以我们用文字来讲，叫做不即不离。不即呢，就是不住在身上不离就是不离开身上这样了解吗？不即不离，心就是最亲切的，1秒钟都没有离开，只是我们不认识。然后我们呢研究心理心法，要对心先认识。那认识以后先知道说原来我们有生灭的心，有不生不灭的心。那生灭的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不生不灭是佛性的本体。我们呢研究心理心法，就是要先了解到本体。那本体了解以后有体，然后有用，体用它中间还有一个相，体相用，有体有形象，然后有用那我们呢就是做万年放下一不生呢，就是要先了解本体。那本体先了解，我们能够掌握那个佛性的轮廓。那我们掌握到以后就是等于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不生不灭的真心即心就即佛，成佛就是这个真心成的，不是我们生活上所用的生灭心我们生活应对万事万象，那个都是生灭无常变化。我们用的时候呈现，不用就消失，所以都是始于生灭。所以我们修道就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佛道。我们都一再强调，有没有？有。
没有回应也是知道了哈。他说我们开始2年多前啊，就已经标明了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那假如说我们用完成的生灭心来修，不管修了生几世了，我们修了6万年，已经1000生来说吧，也不成道，也不成佛。为什么？因为都是生灭，生灭变化不会成就，所以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那找到不生不灭又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很容易我们只要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放不下的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容不容易？很容易，不要把它想做很困难只要我们肯万念都放下了。凡尘事都把它抛开了，纵然这个天塌下来，我们也不管的，这个叫万念放下。可是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再怎么放都放不掉了，它都跟随着我们，一直都跟随着我们，所以怎么放都放不掉。那个放不掉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那我们不变之体已经找到了，然后再回顾我们生活之中所遇到的万象万事那个叫随缘之用。所以在经典本身它记载那个不变之体用一个文字来代表，叫做寂。我们很这个寂静那个寂，然后随缘之用也用一个文字来代表，叫做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有没有？我们看到的话，然后说是看到这样的文字，那就在讲佛性的本体跟佛性的功能作用。有体有用。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找到本体了，然后作用就随着本体而来。那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把本体忽略，就是注意它，然后注重那个所有的功能作用，甚至很多众生都把作用当成本体。所以我们在之前就讲以我们那个嘴巴的舌头来比喻舌头就是不变之体，然后我们吃到东西各有各的味道，那个叫随缘之用。那我们吃一定有吃完的时候，吃完的时候又摄用又归体，那个作用又消失了，又恢复到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不会很深就是很生活化。我们在生活之中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在生活之中都有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个叫照，能够照万物万事，它一样都会回到本体回来，回到那个寂，所以叫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跟照同时，两个寂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寂照同时。这样有没有更了解了？就是有体有用。我们在凡尘就是有体有用，所以我们又回到刚才所讲，我们日所用心先了解说，我们应对凡尘万事万物那个是生灭心。那我们生灭心的背后，为什么能够有生灭？就是生不灭在支撑着。所以之前我们这边还没有推广，说要关照念头。之前或者在北部都会这个要所有这个前贤来关照念头。
因为佛性本体啊，才能够生发念头，所以我们观念头啊，就是在观佛性本体。各位想想，念头是我们头壳啊生出来的，还是佛性啊生出来的？是我们佛性生出来，不是头壳生出来啊。我们的那个头脑啊，它不会生念头，是我们佛性啊生发。所以观念头啊，就是观佛性。一过来，或许发现说，观念头啊，我们那个观的方向错误，不是呢观那个能生发念头的佛性本体，而是呢观已经生发念头的内容，那糟糕了，越观就越多了。各位有没有观过念头？越观越多还是越观越少？那就是进入我们那个念头的内容。一进入内容了以后哇，千差万别了。所有的念头啊，都是从我们佛性生发，所以越观念头都越多了。所以后来才觉得说，我们做万缘的放下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种那个毛病去除掉，就不会呢越多的那个念头生发出来，越观就越烦恼。本来我们观念头是要消灭烦恼，能够呢观照生发那个源头，原来是佛性生发，找到源头了，烦恼就消失了。结果我们不从这个根源着手，从那个尾巴那个枝叶着手，就越观念头就越多，就越烦恼。晚上睡觉就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改变方法了，万缘放下，呼呼大睡，就很容易睡得着觉，精神都放松了。所以我们了解说，修持的法门非常多。那看看我们适合是哪一种修持方法，我们就可以拿来用。那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先了解到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然后呢，我们了解说，我们从有为，有所作为，然后呢进入无为。那么无为无所作为，就是佛性本身呢所生发。那我们已经六道轮回太久，所有的习性习惯性都是脾气毛病。那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也没有贪嗔痴可是我们现在养成非常多的贪嗔痴。那我们落入情绪就不讲理，那越来的人生呢就每况越小，越来越不理想，受的苦就越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在日常生活我们要去掉佛性所没有的习惯性。我们的习惯性各位浅显有没有回光返照我们的习惯性？大概都没有。这个跟人家计较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去回光返照？对不对？对所以呢，因为六道轮回太久，养成的习惯性都不合真理。因为不合真理，所以我们呢，那个心性就没办法清净。那不清净恢复不了本来，光明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这日常生活之中，就要自我勉励要能够时时刻刻回光返照，看看自己的那个习惯性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各位有没有培养控制情绪？修道不可以有情绪
我们情绪好，情绪坏，是不是影响到我们周围？是。而且很大。假如说情绪不好啊，这个别人呢，一跟我们一接触了以后啊，他就要赶快离开，不然呢，这个会有一些灾难会降临。所以我了解说，修道啊，不能落入情绪，一情绪啊就不讲理，一不讲理啊就造业了，所以一定要去掉，先把那个情绪啊管理好，都能保持啊这个很良善的那一种心态，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看到啊那个电线杆都有贴。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有没有？我们就照这样做了。这个存好心，然后说好话，做好事。虽然安尼出来很容易啊，做出来好事有一点困难。这个存好心还可以，可是变坏很快啊。我们本来是存着很好心。可是稍微一点点吃亏啊，那个存好心就不见了，马上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生昧心啊，变化得很快，要认识它，不让它呢来主宰我们所有行为，要认识，先呢知道了那个我们的生昧。那内心已经能够控制，我们就慢慢可以深入，深入呢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那我们日常所用的呢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这个时候不容易造业啦。那不造业就不会受苦，所以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要找到我们真心的时候因为是它即虚空遍法界整个虚空之间都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可是我们所能够这个感受很深的其实生灭的心，而且很强烈的引导我们的走向也是生灭的心。他说一定要认识然后呢慢慢的能够引导自己走路不生不灭来主导我们的行为动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从有为然后一直做到无为。像小孩子吃饭一定呢要先开始喂他吃，然后慢慢的叫他自己吃。当他呢这个自己吃的时候都不很理想，有一些饭粒都掉嘴巴外面。可是呢，只要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了。会了以后慢慢长大，自己会吃饭，自己会治理自己的生活，那就已经他是从有为已经到无为。那我们也一样，从那个生灭的那个心来做起，然后一直做到不生灭。然后当我们已经都非常的习惯，把不生不灭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那所有呈现的都是真心。所以我们各位先生，我们平常在用真心的时候用的最多是在哪里？各位都有经过年岁都蛮大的嘛那个男女之间恋爱有没有？是不是我是真心对待你的？有没有？都没有他们都是希望的都是骗人的所以我们用真心用最多就是在互相之间情投意合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嘴巴没有讲，
可是心里面啊，是不是一定在想说，我是真心对待他的，有没有？承不承认啊？不承认会嫁给他哦，哪会请他做太太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都有经过那个阶层。可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那个时候的真心啊，是建筑在世心上面。真心啊，建筑在世心上面。那世心啊，就是生美。认识的心啊，它是生美的。所以只要时过境迁，会不会变心？会。假如说真心的时候啊，真不会变的。那个都是不真。那为什么不真？当恋爱的时候啊，或者都讲，海水会干啊，石头会烂，够不够厉害？我们都很自然就讲出口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心也是很真。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那假如说不真的话，能够到这个程度吗？可不可以到这个程度？不可能到这程度嘛，所以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那个程度真的就是很真了，那或者就讲这个时候的真啊，就是建筑在世心上面，就是认识心呐，就是跟他认识以后交往，互相之间呢，这个内心呐，付出就是真的。可是那个时间呢会变化，时间已经过去了，环境改变了，心也就改变了。那心一改变以后啊，拉得回来吗？已经拉不回来了。那个都是人生的悲啊，对不对？所以拉不回来。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所追求的啊，就是实相。我们是上个礼拜呢，还是上个礼拜，不是一直在讲实相吗？有没有？都没有印象啊。一直推广，说我们一定呢要走入实相，实实在在的形象。实相就是没有形象了，因为形象就会变化，就不称为实啊，它是虚，是幻，是幻象，是虚象，都不实在。那实相就不会变化，所以我们要走入啊实相。那实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才叫实相，没有形象的。可是啊，确实存在，让我们很强烈的可以去感受到，可以去保有它，那实相。然后我们要追求，追求实相，在实相之中啊，这个遭遇的，我们付出的呢，都是从实相呢出来。都是实实在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真正的踏入啊修道的轨道，走入实相。然后我们把它推广，整个虚空之间啊，都有我们真心佛性在，所以啊，整个虚空呢，叫真空，叫妙有。真空妙有啊，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真空妙有啊，就是我们的法身。法，就是呢不生不灭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那个法身呢，就跟我们很亲切的在一起。所以之前呢，我们讲那个句或者说要各位能够背下来，然后去做。所讲真人不讲理，处处呢就随着你，睡时呢伴如眠行时随如棋。
你不认识他呢，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呢，知佛皆欢喜。记得吗？那个真人讲理哦，不是说他霸道，而是说我们那个真理呀、不能落入对待，一有对待哦，就不是真理啦。所以真理没有对待，是一个绝对体。各位都有看那个如是我们那个文章啊，他就讲我们那个真如啊，它是偷根偷尘离身呢离境。离也独立，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立的。那我们了解，我们所要追求呢，就是个离言独立的那个真理，真理不落入对待，所以不讲理。一讲理啊，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两边啊各有说辞啊，那这样就没有交集，就不是啊。我们要追求的那个啊，尽了义。那真人他不讲理，他处处啊就随着你，一天24个小时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知觉之中，都在我们直觉性里面，所以啊，处处啊就随着我们。睡的时候啊，伴我眠；醒的时候啊，随汝起。不管是睡觉啊，是醒的时候啊，都在。你不认识他呢，他却认识你。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啊，可是佛性啊认识我们。有朝一天啊，我们看透他，已经知道了佛呢皆欢喜，又多一个佛出来。因为啊是一个不讲理的真理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也就是佛的本体。这样了解吗？很亲切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修持啊，很亲切的呈现呢在日常生活之中。那所以我们在生活时时刻刻要告诉自己说我的真心所在是在哪里？浅显，答案出来了没有？真心在哪里？还没有真心在我们知觉之中，真心呢在我们的了了分明之中。这样了解了吗？我们面对万象万事我们有了了分明的时候，有迷糊的时候，那了了分明那个就是真心。真心所在因为没有形象，可是呢我们可以切实掌握，切实体会。这样了解了没？那么困难吗？因为没有形象不容易把它呢指点出来可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有用都有运用到那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它是使以生灭的呢，还是使以不生不灭。生灭的我们一样要用，可是就是不要住。像说嘴巴的舌头不变之体然后呢我们吃花生随缘之用。那各位浅显，我们吃花生有没有吃完的时候？吃了就了对不？吃完就没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随缘之用就在我们那个吃完了以后，那个随缘之用就用完了。用完以后呢，它摄用摄受那个佛性的作用，又回归到本体，又回到我们舌头回来。然后舌头这个时候在吃面，是不是吃到面的味道？又发生了随缘之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原来佛性这么奥妙，它有这么广泛的随缘之用。不要把随缘之用当成本体因为假如说把随缘之用
当成本体，我们不会摄用归体，就是完了以后啊，不会让它回归到本体回来。可是我们是不是自然而然，你不用去做什么动作，它就归到本体回来，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吃这个时候吃梅子的时候，就变梅子的味道，对不对？所以我了解到佛性非常奥妙它可以让我们很广泛的应用，那我们就好好用，它都是生灭的，不要住相，这样了解吗？很活泼的啦，是吧？很快乐的要了解啊，越研究啊就能够越深入，越深入我越能够掌握到我们那个生命的脉动。我们可以就是把那个身体的四大假合完全都脱离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不要怕没有路可以去各位浅显，一口气不来我们哪里对啦，只有一卡而已呢，所以我们要到理天啦。理天在哪里行啦，袂着定，就在当下。我们呢就是要到理天，离道理天，道理的地方所在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这一些这一些有没有真理所在？有没有？怎么不敢肯定呢？这个呢都有真理所在，所以我们呢一口气不来就要归于那个道理之天、理天都在我们当下现成的圆满的都不缺欠的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这个生从何来，然后死呢又到哪里去？我们生从哪里来？死的时候要去哪里？这个倒有标准答案了你从理天来，然后死也到天去我们都在真理世界之中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呢这个旁边也有那个《金刚经》，里面呢最好呢就是31分呢所讲的不取相如如不动，我们都一再提，有没有？不取相，没有形象然后我们佛性呢如如不动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有佛性在所以我们不用到哪里去，哪里都有佛性佛性都有，所以都不用来来去去，不用搬家，这样了解吗？那假如说这个人是他不研究不知道，那就会被业所推善业恶业都会把我们推到现象去现象所以要了解到说我们不研究的话一样会被业力把我们推去现象。那假如说这个为非作歹业力一推就一定是三恶道了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那假如说都是行善，那我们被业力一推就可以到那六欲天就是欲界的那个6个天，我们可以去享福，这样了解吗？好像都很生疏要往地狱的多呢，还是要往天堂的多？都是行善吗？都不敢回应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跟我们的日常那个行为很关紧要假如说是利益众生，对众生都有利益，那我们做以后呢又不记在脑海，那么我们的福报就很大
那假如说我们又把福报啊抛开脑海完全都不记忆，那就进入啊我们性分之中，那就叫生植得本。我们种植啊，我们道德的根本。那生植得本啊，往后啊，工作上就可以坐得住了，就不会倒下了。这个众生一朝拜啊，我们坐得住。当然不是说我们都这个修道啊，就要想坐在工作上，那个是自然而然众生纪念啊，我们对他们的那个帮助所以呈现的那个动作，不是我们自己啊然后花钱去盖，众生纪念才盖的，那个才叫符合真理呀。所以在凡尘努力的方向，就是啊利益众生。那要利益众生之前啊，先要自利，自己啊得到利益，自己啊该怎么走，自己都很清醒，然后呢引导众生呢来走。我们不要呢当一片白云啊，很苦口。后面那一句呢？几多归鸟尽迷巢啊，所以引导众生呢，就是要引导他成道成佛，不要呢这个使他迷路了，我们当呢一片白云的话，他的鸟巢啊，他的家都找不到方向，那我们都做罪人啊，还以为呢功大德大，做罪人都还不知道。所以要了解说，不能这个危害到众生的慧命，这个生命啊还很短暂，慧命啊是长远的，永远都在的慧命，我们不能去害，要使它能够发挥它的光明，这样才是正确。所以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要头脑清醒，时时刻刻啊。都能够把真心呈现，能够呈现的吗？就是要了了分明，我们呢那个知觉性啊了了分明，就是啊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呈现的时候，这样了解了吗？很深吗？不会啦只要用一点心我们就可以进入，所以佛这个七处啊真心所在，我们的心在哪个地方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就已经给我们指点了，我们的心啊是无所不在，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无所不在的，这样了解吗？无所不在不是这个含混的不是我们台湾话讲你吼你不是那样的是很清醒的，所以要了解到我们的真心啊一呈现即心啊就即佛，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方向目标啊很明确即心即佛。就是要追求这个，所以有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汝言不知大小，说断之意所在，而见性大小之意定不定之性如虚空一样，虚空随起而现荒原之相，这个虚空没有形象，它不会拒绝知相发挥，所以佛就跟阿难讲，说云何唯有定在也，就是没有一定的地方所在，这样了解了吗？我们的心没有一定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回顾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呢假如说没有房子住这个一出去以后就会注意房子它是贵呢还是便宜，是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地点好呢还是不好
风水呢如何，就是都会注意讲。金有没有守住啊？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出门啊，都用11号，就是也没有脚踏车，也没有机车，也没有汽车，就用2条脚是不是11号？然后啊，我们就会注意这个行的工具，那心就被这个行的工具占据了，要住相，很容易住相，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外境所影响。这个我们在讲心理心法这个一直在放鞭炮。我们就让它庆祝。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辗转解释见性无碍。我们那个见性能够看见的本性没有障碍。那么故为阿难呢？如今欲令虚空入无荒原之相，但是去荒原，只要把那个器具除掉的话，空体本无一定的荒原，那个空之体没有固定的那个形式。那么不应收言辞去之荒原以外，更处虚空荒原相之所在。所以虚空没有形象，虚空无相。无相的虚空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已经是佛性本体了，所以佛性本体一样没有形象，就是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它生也不灭，不生不灭，所以永远呢都长存，都呢能够长存在这个整个空间。若如理问如问入世之时，收见令小。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所以你在问进入那个讲堂的时候，进入室内的时候，把我们的见性把它缩小了。然后佛就讲，我们呢，这个抬头仰观呢，那个太阳、那个日的时候离取晚见其日面。你把你的见性已经呢跟那个太阳的面那个光明面已经相合了吗？若指强语能狭间断。假如说我们盖的那个墙壁以及屋檐，能够呢把我们的见性这个夹断的话，然后我们把那个墙壁要穿为小洞，就是呢把它钻一个洞，灵无寂机，我们从那个小洞看出去那个呢外面的形象跟里面的形象，它就连接起来然后跟那个阿难讲说示意不了，你所认为的这一些道理都不合。跟理呢不合。那么佛要呢当机阿难自己审查进入室内的时候
狭限啊，我们把见性啊，把它缩小了，而呢观这个太阳的时候啊，岂能够呢晚见啊其以入面？就是我们的见性啊跟太阳那么宽广，那么此来令审，就是自己呀审查观察，要我们自己呀来做答案。那么观字啊归疏，我们看太阳的时候啊，不是把见性啊舒展开来，那么进入室内的时候啊，不是把它缩小，不是把见性缩小，所以我们的那个见性啊，没有这个呢大，也没有小，没有大小的分别。若执强语能辖汝尽令断。盖那个墙壁屋檐那个雨就是屋檐能够呢把我们的界限夹断了，那么将那个墙壁穿一个小洞，这个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外面接续里面的迹象。那么此意呢令阿难审查观察。专无寂机，那么自知狭无断不会见性不会被我们呢夹断。那么疑说疑断即非正义，我们怀疑它呢会缩小，怀疑它呢会断了，见性会断了，这个呢都不合这个真理。故呢次之曰是亦不然，跟呢这个阿难讲说不是这样的。底下呢就讲这个他的那个答案。一切的众生呢，从无始以来，就是没有开始了，因为我们的佛性它没有生没有灭，所以没有一个开始。那我们众生呢，从无始没有开始以来，迷己为物，迷昧我们自己变成东西了失于本心，我们的本心已经呢失掉了我们有没有迷己为物？我们都认为身体就是我，对不对？身体是不是东西？所以假如说被人家骂说你不是东西，应该是要说谢谢你，我真的不是东西，我是活菩萨，不是东西，所以这佛就讲，我们众生呢，迷己为物迷昧自己变成东西了。认为身体就是我，是不是东西？现在还会不会认为身体就是我？还是会的对不对？不是不，这个身体是什么？我们都还会认物为己，很灵敏的本心就失掉了。失于本心，失掉本心，所以我这样讲呢，我们了解意思了吗？是不是我们都失掉本心了？这么灵敏的本心我们都不认识，因为都从来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了，都不管它，我们所管的都是身体对不对？身体都一直管所以才有那个排毒的动作，说还蛮贵的，贵不贵很贵有没有在排毒这个毒会害死人知道怎么来的吗？我们要了解毒就从贪嗔痴来。一切的毒都是从厌愤来。我们有厌恨吗？有没有？在生活之中，对我们周遭的人有没有恨？有没有怨？
那个都是赌哦，真的要排哈，他还要花钱，还蛮贵哈，听说还蛮贵的，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那个《大藏经》里面啊，他就有一段记载，他说有那个这个修道的人啊，想要害他了要把佛害死，就是那个嫉妒啊，嫉妒的心啊，想把佛害死，然后就把这个佛示现了，在凡尘跟我们凡人一样，有吃饭的，有吃东西，然后就把那个毒啊放进那个东西里面，要给释迦牟尼佛吃。释迦牟尼佛他知道了，他知道说这个食物里面有放毒放毒。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讲，他说我们凡尘之毒啊，就是贪嗔痴。那他已经把贪嗔痴啊，都已经修持去掉了，没有了，没有贪嗔痴了。所以这个放在那个碗里面的那一些毒啊，就根本不滋味，不用怕，他就吃下去，真的就没事了。可是我还不行我们一吃了大概会跟凡尘拜拜的所以佛就讲说我们呢，迷己为物失于本心那本心就是没有形象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可是我们都失掉了失本心，然后为物所转，我们被这个东西所影响所转换，我们整个念头都被这个物形象所转，为物所转。我们有没有被物所转？这个物可以引起我们高兴，引起我们不高兴，对不对？很强烈强不强烈？所以我们就知道真的佛在讲的都没错任己为物失于本心，所以为物所转被你这个东西转变故于事中观大观小，我们在这个有形有相的里面我们会观大观小东西形象大还是形象小观大观小。那么若能转物则同如来。然后我们能够转物各位先生知道吗？我们转物就跟如来一样。如来是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的佛性可以转物，而且又很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又很容易见到的东西各位就可以看我现在这个凳子这样一排这个脸都朝向这个活菩萨，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把那个凳子一转过来，我们可以转到哪边去很容易啦，转到看后面转到看右边，转到看左边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能够转就同如来。我们能不能转物就是可以，很容易转，对不对？你把什么方向，它要变什么方向，容不容易转？或许因为有一段蛮长的时间跟老千在一起生活，那刚开始这个感恩楼盖好的时候老千就从福山然后过来这个埔里感恩楼这边生活。因为感恩楼就只有或许跟老千2个人住了那个房子所以有去过天佛院吗？有。有看过那个感恩楼吗？有。感恩楼你面对感恩楼那个右边就是老千住的，左边就是后学住了。
当要相处的时候啊，已经住在一起的时候，老千就把里面的东西啊，这个搬过来，这个搬过去了。老千搬一定要或许跟着搬，对不对？两个公家跟嘛对不对？那或许那个时候在想，这个应该是罢休。可以知道老千意思吗？老千不讲话就搬东西或许也是经过很久的时间才体会说，老千要我体会这个若能转物，即同如来，知道吗？老千不用讲的，用行为动作。我们会不会去做这个动作？大概都不会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或许因为各位假如说有听那个道德经，大概是21吧，对不对？或许不是讲老千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第一分的时候，那个视线那个周一直播有没有？都没看的啦，也没听，所以都没印象。你看最好的法门都已经送给你们了，你们都不要。老千视线无我、无法、无非法，跟那个释迦牟尼佛示现给须菩提是一样的。或许不是说那个台中那个陈姐陈姓卤了一锅的那个塑料，他拿给老千吃，有没有？那还好了，有听了，只是那个最好的部分都没有记下来。因为到湖山的时候那个老千身边都没有人服侍很多山财都不见了，只有老千一个人坐那个圆板凳带一个斗笠坐在那个主持池门口，或许就到那个门口，陈姐就把个卤料拿到厨房去，剩下或许跟老千人，那或许说给老千讲说，您老或许进去参加，老千就起来了啦，从圆板凳起来，然后就打毛巾啦。或许看到那个动作就向老千说：“您老或许自己来。”还说：“您来是客。”就打毛巾。他或许筹差就进去参加，参加出来向老人家说：“您老向您老点过礼。”这样等于是说参加了，像老人家的话说顶礼，顶礼，顶礼应该是要。跪着啦，可是我们都是用嘴巴讲，然后那天就走到那个茶几那个端茶了，然后或许又讲说，您老或许自己来，我给你评就好了，我自己来。老先生说，您来是客，老先生是没有我相，代理天命已经是最高。那或许这个开车应该是最低，老千都没有那个观念说他是最高，我是最低，没有平等，所以给或许打毛巾给或许端茶。我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有原因的啦。哪看哪受得起还有那个德位菩萨那个张千人因为大姑或许给大姑开车了，大姑跟张千人很默契，就是很谈得来，每一次大上台北一定会去拜访德位菩萨张千人，
那张前人哦，他身边没有人奉事啊，他不要，他有那个儿子媳妇，就住在延吉街，然后或许在大沽道后，张前人就削苹果，还有那个梨子啊，削水果了。然后我一看说，领导或许自己来，自己削自己吃啊。他说：“你来是客，你去坐着，是不是这个都有原因？”然后到永和去找那个李前人啊，那个三峡李律师啊，那个李前人，他也一样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话讲爱较严硬嘞，不然会倒下去。所以你看前人辈的那一种，在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出来就是把真理能够呈现平等，没有高低的。那我们就是很难。难不难？很难这个假如说这个位阶比较高的，要把那个位阶比较低的人打毛巾这个大概都腰弯下来，弯得下来吗？可以那很强所以或许就体会说这个老天在生活中把那个真理用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饮食吃的就是那么小碗的大概7分满，一点点菜，喝一点点汤，3餐都这样，很简单，所以或许都会讲。苟且易养，苟且就是简单啦那个在《天运篇》第5小段各位都有看吗？好像也有译过来就是能够在生活之中都很清淡，所以到90几岁的时候健步如飞，或许跟在后面要半跑步才跟得上。那我们吃得太好要坐轮椅，知道吗？吃得太好要坐轮椅。你吃清淡一点可以健步如飞。所以在生活上老人家都这个视线给或许看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感恩学到多了，老前人都是把那个真理呈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能够这个转悟的话，就跟如来是一样。当后学已经体会了说若能转悟即同如来，老天就不搬了啦。东西不搬了，让它归位，都已经定位了，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不用语言，用语言讲话不慎重，用行为来表示体会就深。所以这个或许从这个13岁一打坐开始一直到今年69岁全部都是投入在怎么样来修道，怎么样明心见性，怎么样利益众生可以说都是在这方面。